小弟弟，想不想和姐姐玩游戏呀？看来今天我终于能结束这23年的处男生涯了。你来抓我呀！抓我呀！我不想当个太监鬼。我居然穿越成了一个杀手，还要冒充一个太监。还好他还在。小江子，小江子，姐姐们喊你去给皇上准备晚御了。小江子，姐姐，我来了。你个死鬼！春夏秋3位姐姐还等着你呢，赶紧随我来。这死太监玩的也太花了，这也太幸福了。哎，3位姐姐，小江子来了。小江子，你愣着干嘛？还不快过来！小江子，我好看吗？好看，要是能摸摸就更好了。来呀来呀！这里，这里，抓到你了！小江子今天大胆了，你一个太监，想干什么？谁说我是太胆小了？色姐姐这么漂亮，就算是死人看见都活过来了，更何况我呢？咱们小江子不仅帅，嘴巴还甜，这小嘴可不要只会哄姐姐们开心呢，等下得好使才行。小江子，你还等什么？还不快把你那嘴好好用起来！我最近学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技能，我给你用用啊。舒服吗？舒服。小江子，我也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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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急，一个一个，慢慢来。小江子，你也太猛了，身体都被你抽干了。各位姐姐，我这SPA感觉怎么样啊？小江子，SPA是何物啊？SPA是我们家的一种按摩，以后各位姐姐有需要，小江子随叫随到。都怪你，我们姐妹4人都没有力气了，还怎么服侍皇上？这种事儿以后可以交给我呀。这样也行，不过还是得经过皇上同意才行。你这手艺肯定没问题。奴才小江子前来服侍皇上。小江子是吧？那几个丫头说你手艺不错，来给朕展示一下。这不会吧？这皇帝竟然是个女人？管好你自己的眼睛和嘴巴，不该说的别乱说。做得好，朕不会亏待你的，懂吗？奴才从今往后就是瞎的，就是哑巴。这女帝果然不一样，皮肤比那些宫女要细腻数倍，身材也是极品，浑身上下竟然没有一丝赘肉，特别是这2座，简直是要喷薄欲出的火山。你竟然是个假太监！你是谁？为何在此？我是奴才小江的呀。小江子明明是个太监，站住！还想跑？皇上饶命！小的也是被逼的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奉驾前来，已经在院门外了。糟糕，皇后趁朕沐浴时间前来，这是听到朕是女儿身的传言了。小江子是吧？朕可以当你是真的，但你得乖乖听话才行。小的一定听话，一定听话。皇上，听说您在沐浴，臣妾特意来服侍您。皇后，你来了。
啊，皇上脸上是什么？这个叫面膜泥，用很多调料放在一起制作而成，具有补水滋润的效果。爱妃，要不要来一片？这小子倒是有几分气质，把朕的润肤膏涂在脸上，免得皇后看清。还面膜泥，世上哪有这种东西？好呀，臣妾想让皇上亲手帮臣妾涂。皇后要是喜欢，朕改天送你几盒。朕正快沐浴完了，你先回宫里等着。皇上是不是不喜欢臣妾了？臣妾已经入宫3个月了，您都没有宠幸过臣妾。当然不是，公务繁忙，脱不开身啊。皇上，您今晚就要了臣妾吧。先让他走，晚点去。今晚就今晚。等朕沐浴完就去你的舒宁宫啊。皇上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，亲口预言，快去吧啊。那臣妾就在宫内等您。哼，总算走了。请皇上恕罪。把裤子脱了，让朕看看你的坏家伙。啊？皇上，这真的合适吗？怎么，不愿意？愿意是愿意，就是会不会有点太离谱了？您居然让我绿了您自己！闭嘴，快点走。好。记住，要是让皇后发现你的身份，朕就砍了你。皇上，你来了。啊，我，朕来了。皇上，灯怎么熄了？我喜欢黑一点。皇后真是好身姿啊！朕现在就想把你吃了。啊，皇上，你的声音怎么变了？啊，有吗？可能是刚刚洗澡感冒了。那就让皇上替臣妾宽衣吧。回来呀，皇上！皇上居然真的与皇后同房了，他真是个男人。这消息我得赶紧送出宫去。简直是人间有物。皇上坏，臣妾都被您折腾得没力气了。不对，我得赶紧走，才有露馅呢。皇后好好休息，朕先走了。朕不是让你昨晚半夜就出来吗？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？不是皇上，我原本也是这么打算的，奈何皇后实在太磨人了。你想想啊，她一个人在深宫当中多寂寞啊，看见我就像鱼儿看见水一样，我就是抽她都不松手。行了，都是些污言秽语。那皇上在深宫之中这么久，岂不是更寂寞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觊觎朕！不是皇上，冤枉啊！我就是看你不高兴，想让你高兴一些。哼，那这也不是你以下犯上的理由。果然是伴君如伴虎啊！除非你给朕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禀皇上，太后下旨举办七巧节诗会，蒋太府征笼络天下才子，进献诗词。有了，我也能作诗啊！哼，唐国乃是朕的唐国，太傅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觊觎朕的人才！皇上息怒，走。你说他们那些人才不就会些诗词歌赋吗？他们会的我也会。哦，是吗？当然了，
蒋太傅位高权重，素来与朕不和。你若是能在此事上大挫他的锐气，那也算是替朕立功了。皇上，奴才作诗要说是第二，没人敢说是第一。那就做一首来听听。这还不简单吗？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月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这诗听起来是不错，可这跟乞巧节有什么关系？乞巧节？那是什么节？你还敢说你称第二，天下就没人敢称第一？你连乞巧节是什么你都不知道，赶紧给我滚下去吧！这任务还得朕自己来。什么？你说皇上真的去和皇后同房了？是的，奴婢看得清清楚楚。你先回去吧。是。难道皇上真的不是女人？不对，此事绝不可能是空穴来风。我定会查个清楚，到时候我看你这皇位还坐不坐得稳。禀太傅，乞巧节诗会要开始了，太后请您入宫。虽然我没有抓住他把柄，但是天下才子皆在我的囊中，到时候我看你怎么丢脸吧。恭迎太傅。蒋大人，听说您此行带了100位才子，今日乞巧会定夺头筹啊！哪里？今日乃是7月7乞巧节，哀家特地举办此次乞巧诗会，希望我唐国顶尖才子能够一展才华，为天下万千女子祈福纳财。启禀皇上，启禀太后，微臣带来100位才子的代表，他们皆为才德兼备之辈，所以如果这次在诗会当中夺得头筹，希望皇上不拘一格，破格重用。若真的取得此魁首，那必然该赏。哼，这就是逼朕用你的人，真让你得逞，朝堂之上岂不是你一人说了算？七夕摘星瓜果堆，青红染上玉兼裁。一宵离别宿难尽，犹盼天孙送巧来。儿时忆瓜果射云平，清月案前同乞巧，水晶帘下共穿针，脉脉拜双星。好诗。皇上，这宴会到现在还没有听到皇上吟诵的乞巧诗呢，想必皇上的诗篇一定是惊为天人，何不吟诵，让我们开开眼界啊！对呀。是啊，皇上，该你了。皇上，你不会没有准备吧？那可不行啊，到时候让诸国知道，还以为我唐国天子是个文盲呢！啊！原来乞巧节就是七夕节啊，不早说。不过女帝这诗可太拿不出手了。幸好有我小江子。蒋太傅，就你那些阿猫阿狗样的才子也配跟皇上比？皇上此事一出，不说今晚诗会，就是连以后所有的乞巧诗会都要以他为尊。小将子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还嫌朕不够丢人啊？大胆！一个太监竟敢口出狂言！来呀，给我拉出去砍了！好大的狗胆！我乃皇上身边进士，你一个外臣想砍我？你眼里还有王法，还有法律吗？皇上，微臣忠心可见，日月可表啊！哼，小江子。蒋太傅一时口不择言，你就不要胡搅蛮缠了。是，他们能砍了奴才，但是这肯定能流传千古的鹊桥仙，可不能随着奴才一块儿去了。鹊桥仙，朕所做的不是。千云弄巧，飞星传恨，银汉迢迢暗度，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。忍顾鹊桥归路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太棒了！
此词当为乞巧子之首啊！这怎么可能？等什么呢？鼓掌啊！厉害，好事，好事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皇上要是喜欢这件诗词，奴才分分钟给您做一大堆。今晚表现不错嘛，小姜子，说吧，想要什么奖励？奴才什么奖励也不要，能跟在皇上身边已经是奴才最幸福的事了。真的什么都不想要吗？那我要您，可以吗？狗奴才，好大的胆子！我这胆子也是皇上您给的。那朕就赏你今晚同寝。果然是龙床，好香啊！你干什么呢？你不是让奴才陪您侍寝吗？还不快给我滚下来！朕答应的是你同寝，同处一室就算同寝，谁跟你说是同榻而眠了？喏，你的床在地上，还不快去铺床？奴才知道了。行了行了，只要你以后好好为朕做事，这龙榻也不是上不得。奴才知道了。皇上，小姜子，你是真心喜欢朕吗？当然啦，自从上次御史一瞥，我就深深爱上了皇上，每晚做梦都是皇上您的样子。哼，狗男人满嘴谎话。此情此景，我想起个故事。就你鬼话多，什么故事？从前呢，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他们睡在一张床上。那个女人在床上画了一条线，跟那个男人说：“你要是敢越过那条线，你就是个禽兽。”第二天起床发现，他确实没有越过那条线。然后那女孩就说：“你比禽兽还不如。”那你是想当禽兽，还是禽兽不如啊？奴才就是个小太监，没有资格选啊。小将你加油！皇上终究是个女人，她只要是个女人，一定会需要男人那一天。嘿嘿，杯子被人动过，不好，有人！死太监，我看你还能跑到哪儿去？你想饶命？我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无冤无仇，你杀我师兄，我一定要手刃了你，替他报仇。啊，师兄，徒儿，宫中那太监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杀了他，取而代之，再找个机会杀那个狗皇帝。徒儿明白。师兄，你一定要小心，要是事不可为，趁早抽身而退。闭嘴！做刺客怎么可以儿女情长，婆婆妈妈？哎，师妹，我就是你师兄啊！师兄，不，你骗我！哎，师妹，你难道忘了我们说好要永结同心的吗？师兄，师兄，师父说你失手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没有失手，只是我不想再做刺客了。你背叛师父！燕儿，我们可以做一辈子的刺客，但我们的孩子呢？你不能让他一出生就生活在黑暗里。永远见不得光，不知道哪天就被人杀死了。可是师父，就让师傅先以为我死了吧。等师兄建功立业了，我不信师傅不跟我回去享福。燕儿都听师兄的。师兄可想死你了，你想我了吗？师兄，我们以后该怎么办？别慌啊，师兄自然有办法。你只需要，快来。
皇上救我！小姜子，怎么回事？有刺客！岂有此理！来人，给我捉拿刺客！是。师父，恕徒儿无能，没能直接杀死那太监，但剑上抹了药，不死也能让他脱层皮。起来吧，他能杀你师兄，想必有点能耐。贵人对你的行动已经很满意了，让为师亲自带你去领赏。这个死太监竟然与我作对，该杀！原来师父效忠的对象真的是当朝太傅，师兄猜对了。这次虽然没有得手，但足以表明你的忠心。以后就留在我身边，专门为老夫效命。谢大人。讲演之后必誓死效忠大人。好，起来吧。这封密信今夜送给古西国百济将军，千万不能让人看见。是。蒋太傅竟然勾结外国，该死的卖国贼！果然师兄才是对的。和尚，奴才受了重伤，怕是要不行了。皇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小张子，放心，朕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哎，皇上，不是皇上，你干嘛？没想到我小姜子这么受皇上器重。朕身边就你一个机灵的奴才，可不能让你这么轻易死了。只要小姜台活着，绝对不会让皇上受到任何伤害的。算你还有良心。好好休息吧。哎，皇上，你干什么？既然你把我毒吸出来，那我也得把你嘴里的毒给吸出来呀！胡说八道什么啊？朕嘴里哪有毒？狗奴才，朕杀了你！你要杀了我，我也得救您啊！那你杀了我吧，反正我也为唐国出过汗流过血，不可。朕就看在你是为了朕。这次先饶了你，你自己好好休息。女人的嘴。谁？师兄是我。你打开。蒋太傅居然勾结古西国？没错。他叫我今夜把这封信交给百济将军，可这上面说了暗语，我看不懂。此事重大，你先去送信，我自行临摹一份分析就行。好。朕难道真的心动了？皇上，忙着呢。哼，狗奴才，还不快滚远点！皇上消消气，龙体重要啊。奴才此次前来是有要事相报。你一个小太监，能有什么要事？奴才内应传来消息，蒋太傅有意勾结古西国，此信就是证据。这信写的杂乱无章，算得了什么证据？此信由暗语组成，只要找人破解即可。密语？朕现在上哪儿找会破解密语的人才？再说了，就算是破解了这封信，也奈何不了他一分一毫。不是，这蒋太傅到底有什么能耐啊？皇上，你有证据都奈何不了他。小姜子，你不懂，蒋太傅的党羽遍布全朝，蒋家更是牢牢地把握着全国所有盐铁专卖权。朕要是敢动他，全国百姓第二天都吃不上盐，各地更是会有悍匪凭空出现。我的天，怪不得太傅那么嚣张。要是换了我也觉得自己能当皇帝了。皇上所言极是，是小姜子考虑不周，没有十足的把握下，确实不能动骄傲贼。没道理解不开啊。虽然说就算破解了也对付不了太傅，但提前知道他的计划，总是对皇上有利的。小姜子啊，你想什么呢？说出来让姐姐听听啊。有姐姐们在，我想当然是怎么服侍好姐姐们了。小姜子现在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应该是姐姐们怎么服侍好你才对呀。就是啊。这个是什么？以前怎么没注意到？千字文啊，每个唐国人都会背的。
每个唐国人都会背的。我早该想到的。是呀，古代怎么会有摩斯密码？哈哈哈，我懂了。皇上，这密信并不复杂。你看啊，这每3个数字代表的是千字文中的一个字。这613就是第613个字。你看，这是百。这549就是第549个字，就是计。原来是这样，小姜子，你真是能给朕带来惊喜呢。嘿嘿嘿，那皇上能不能再给我解个毒？疼！给你脸了，赶紧把这篇文给朕解出来。好。皇上，你看，蒋老贼竟想勾结古西国来对付朕，逆贼不除，朕真是寝食难安。这蒋太傅让古西国使臣提议，让护士的食盐量从2000担变成4000担。皇上如果做不到，他们就发兵南下。咱们大唐以谨言供给为主，可谨言的开采与销售都被蒋贼把持着，朕就是想答应，也拿不出那么多食盐来啊！到时候，古西国必定南下。真是好算计啊！这老贼和他们里应外合，即使得不到皇位，还能顺便消灭皇上身边的将领。不错，太傅就是想用盐来削弱朕的军权。启禀皇上，古西国使臣求见。宣古西国使臣觐见。百济花拜见唐国天子。古西国使者觐见我唐朝天子殿下，为何不归？王大人，难道我唐国的心胸就如此狭隘吗？好了，朕允他不跪。古西国地处草原，民风彪悍，这使臣听声音却是个女人，难道她就是信中那个百济将军？古西国使臣今日何事进奏啊？尊敬的唐国天子，我国希望与唐国互市的盐量由原来的2000担变为4000担。什么？还这么多呀？李青宁，老夫这道阳谋，我看你怎么破。古西使者，你可知道为这2000担，我国天子殿下都得节省用盐。你现在动动嘴皮直接翻倍，未免有点狮子大开口了吧？这位大人，我古西国多年未动刀兵，人口已成倍增长，原来定下的2000担如何能满足现在的人口需求？你古西国缺盐，难道要我唐国来全部负责任？盐是生存必需品，我古西并不产盐，周围的邻国又只有你们唐国一家产这玩意儿。若不护市，难道是希望我带兵来抢吗？你，太傅，盐镇由你掌管，国库目前还有多少存量？禀皇上，现在国库不足1000担。怎么可能？蒋大人，我唐国每年开采井盐上万担，国库怎么可能连1000担存量都没有？王大人，你不会不知道，这产盐是靠天吃饭的营生。你不知道今年是雨灾吗？就算今年减产，往年的呢？我看那些盐都被蒋大人私吞了吧？王大人，说这种话要拿出证据来。盐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本人就是盐科的，那账目每年一清二楚，蒋大人清清白白，堪称百官之楷模啊！就是，蒋大人官至太傅，你王大人无凭无据就敢污蔑他老人家的清白，大家要是有样学样，那岂不是要诬告盛行？没错，臣请皇上重惩王大人，以正朝堂，歪风邪气。陛下，蒋峰结党营私，罪大恶极，实乃国之大贼呀！你住口！啊！王大人想必是操劳过度，一时口不择言了，那就暂时撤去你户部尚书一职，回府养养去吧。皇上圣明。这王大人是皇上心腹吧？是啊，就是脑子不好使，得罪了太傅，皇上想护他都护不成。他是户部尚书，既然斗不过太傅，还不如趁早回家躺平，不然皇上一旦失势，他小皇位都没机会。啊？他是故意的？高啊！他这招是阳谋啊！皇上无言就没有解啊？
去给皇上。皇上圣明。王大人，你虽然忠心，但朕对不住你了。唐国的朝堂还真是精彩，不过演戏也没用。今年护士的颜料必须增加到4000担。那要是朕不答应呢？不答应，吃不上盐会死。我古西国皆是马上汉子，绝不会坐以待毙。你这是在威胁朕！唐国天子是聪明的，绝不会听不懂小女子是什么意思。你，小江子，江公公，这是何物？破阳谋的东西啊！破阳谋嘛，要用绝对的实力碾压他，不就是盐吗？老子要让他后到吐血！哼，古西国使臣4000担，未免也太少了啊！为了这么点盐，使者往年想必也是受了不少气吧？朕可以答应你，从明年起，将护士的盐增加到1万担。多少？1万担！1万担！这1万担，每年1万担。皇上，我唐国产盐每年才有1万担，都给了他，我们吃什么喝什么？哼，君无戏言，朕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吗？唐国天子果然胸襟宽广，气魄过人，但朕也是有条件的。古西国需与我国交好，永世不得背叛。使者是聪明人，想必明白朕的意思。若是唐国皇帝能够在1个月之内履行承诺，您的敌人就是我古西所有人的敌人。皇上，1个月内1万担盐，从何而来？那朕自有决断。退朝。虚张声势，这世上不可能有1个月产1万担盐的方法，到时候看你怎么办。1万担，江公公好大的口气啊！你负责给朕变出来。好啊，那皇上再给我减一次得。你竟然还有心情开玩笑，赶紧给朕起来！我没开玩笑。你真的知道方法？那就算让我自己丢脸，也不能让皇上丢脸吧。小江子，赶紧的，快把方法告诉朕。他们说1万担盐，又没说是井盐，咱们可以用海盐呢。海盐？煮海为盐？我看你是真的疯了。煮海盐不仅需要大量烧柴，而且那卤盐味道又苦涩，还有大量杂质，根本不能让人食用啊。谁说要煮海为盐了？不煮海为盐，还有什么好的方法？那这个叫晒盐法，只需要在海边合适的位置修建盐场，平整沙滩，然后呢，再把海水引入池，再利用阳光蒸发水分，把那个沉淀的卤盐加在一起，加水，然后继续晒。盐水饱和之后，就会稀释出食盐来，再把这种粗盐加工一下，就可以食用了。朕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神奇的办法？这可是我们江家不传之秘。要不是为了帮皇上，我才不告诉别人呢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比真金还真。那就当你没有在骗朕。小江子，有你真好。那皇上，能不能再给我减一次德？凭什么自作主张答应皇帝的要求？别忘了，你们古西国的盐料缺口全是老夫帮你填上的。若再3心2意，我让你1斤盐都吃不到。太傅与我古西国不过是各取所需而已，真当我们是你养的宠物啊？你要是皇帝真能给我们1万担盐，我们还要你蒋太傅做什么？你或者你也可以给我们1万担盐。你痴人说梦！既然蒋太傅不能，那我就回去等消息了。国君还等着我的好消息呢。告辞。来人！大人，给我紧盯皇帝的人，我看他怎么变出1万担盐来。另外，通知所有商行和盐井，
让他们搞出点事情来。本太傅不发威，皇帝不知道这盐业谁说了算。是大人。百季花不过一个部落族女，竟敢给我脸色看，看来应该尽早除掉。江烨，把这封信送给百济将军。是。百季花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擅自替国君做主！我只不过为了古稀的利益考虑，信讲的只答应给我们2500担，韩国皇帝愿意出1万担，我相信就算国君在此，也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。1万担？韩国自己不用盐吗？会全部都给你？这种骗小孩子的把戏你也能信？还愚蠢的得罪蒋太！我看你已经不配再做唐国的主持人了，带回古稀去！百济猛，你竟敢夺权！哈哈哈哈！夺你权又怎么样？谁让你干出这么愚蠢的事儿？那这事要是成了呢？我与唐国定的1月之期，这才不过第1日，你未免有些太心急了吧？哼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既然你这么自信，那我就跟你赌一赌。赌什么？赌你手里的权。要是我赢了，你就自己滚回古稀去。赌就赌，那你要是输了呢？哼，我要是输了，那我自己滚回古稀去。好，那我赌。将军，为什么要跟他赌呢？直接抓起来不更好吗？直接把他抓回去，不好跟国君解释，毕竟他身份在这儿。反正他也赢不了本将军，唐国的底细我还不知道。就算把大唐翻个底儿朝天，他们也不可能1个月凿出1万担盐。师兄，师妹，你怎么一天神出鬼没的？师兄，当刺客不就是应该这样吗？哎，等师兄大功告成了，我就让你考个编制，就是随便骑马进入皇宫那种。那个师妹，夜也深了，我们聊聊天吧。师兄，人家夜行衣还没脱呢。别脱，要的就是职业装。还讨厌！我是来告诉你，老贼又有密信送出了。啊？你是说太傅和百季花内讧了？对，百季花虽然是个女子，但是性格刚烈，那老贼摆布不了她，就想找个将军给她弄死。哎，皇上，这事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个好事啊。怎么说？你想想啊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这个百季花可能可以让我们利用一下。启禀皇上，古稀国使臣求见。宣，拜见唐国天子。使臣半夜前来，是有何要事？昨日皇上许诺1个月后拿出1万担盐，可据我所知，整个唐国1年的盐产量也不过如此。敢问皇上，这1万担盐究竟从何而来？实不相瞒，皇上已经把这等任务交给小的了。小的保证，1个月之后一定把这1万担盐一丝不少的交到您的手里。要是你们太傅说这话，本姑娘暂且相信一下。你一个区区小太监，竟敢口出狂言，信不信本姑娘现在就砍了你的狗头？可以呀，他的这狗头，你拿去当夜壶，真的没有意见。不是，皇上，大事不好了！皇上，全城的盐商都罢市了。什么？到底什么情况？还不都是他？就是刘大人，你是看不起我呀？要不是你给皇上乱出主意，事情何至于此？刘大人，你能继任这个户部尚书也是我的意见，那你说这个意见对还是不对啊？行了，刘爱卿，你和小江子都是朕的心腹，这事不怪小江子，到底什么情况？赶紧说清楚。皇上昨日夸下海口，1个月可产1万担盐，今日盐商全部都罢工了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让景公一起停工，眼看全国就要无盐可买、无盐可吃了。什么？他们怎么敢？皇上想在盐上做文章，就必然得罪太傅。你不得罪他，他就不得罪你啊！矛盾不激化，事情何至于此？行了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想怎么解决才行。目前国库里可还有多少盐？皇上，国库那1000担盐，恐怕最多只能撑10日。如果再无新盐，恐怕会大乱。那还有什么办法？办法？有，
皇上可找一替罪羊，杀1人，可平众怒。你说什么？皇上，你还不快给我滚！臣告对。这个死太监，唐国都自顾不暇了，他还敢诓骗于我，本姑娘要被他们害死了。皇上，那刘大人看不上太监我也是这么着的，但要是真不行，按他那个法子也是可以破解的嘛。他要朕杀你，谁给他的狗胆？我原来在皇上心里这么重要啊！你干什么？骗子！你们一直都在骗我。使者要是真的杀了小江子，那这1万担盐才真的是没有着落了。你还想骗我？今日我先杀了这4太监，再把你带回古稀。哈哈哈哈！你笑什么？哎，你要真把皇上掳走了，那蒋太傅不得高兴死？他和古西国之间本来就存在利益关系，那以后就可以一脚踢开了。你还想骗我？你又不是不知道蒋太傅是什么人，他给你的信还在我兜里呢。什么？你竟然破解了他的密文？哎，千字文嘛，我们唐国人都知道的。哎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最主要的是，你觉得我们现在是不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？你才是蚂蚱，你全家都是蚂蚱。哟，你不讲武德，还搞偷袭，还偷袭？我还闪电5连鞭呢，我。你不是太监？皇帝养个男宠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这件事你放肚子里啊！你要想活命的话，别胡闹了，小江子，事情紧急，赶紧把晒盐的方法说出来吧。所以说，只要人手足够，即日便可晒出万担海盐来。对，但现在太傅盯紧了朕，朕现在调动任何人手，他都会加以干涉。皇上，我有人手啊。小江子，京城严乱，朕要掌控局势，也没法给你增添人手了。此行就只有你1人，一路小心。皇上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一定要保重龙体，千万不要。嘿嘿嘿，你可不要太想我啊！你又讨打是不是？这把尚方宝剑给你，关键时候保命用。江辰，你给朕记住了，就算事情做不成，你也一定要平安回来。皇上放心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真恶心，两个大男人竟然亲在一起。你离我远点儿！哟，这使者大人还有精神洁癖啊！滚！我滚了，谁来替你办点差事啊？你无耻！哎！你个臭流氓，还想占我便宜？那你坐前面来。哼，坐就坐，本姑娘可不会像你一样，连个马车都坐不稳。哎！哟，你还敢占本王便宜？我才没有！你刚刚打我那别脸了，让我打回来。你个臭流氓，就会有一些下三滥的手段，本姑娘不想合作。怎么，你是想抛下我自己去造盐啊？我没有，本姑娘只是信不过你的人品。那么请问使者大人，你知道怎么修建盐场、建造盐田，怎么蒸发、怎么引海、怎么过滤卤毒吗？别到时候盐没吃上，自己先被毒死。哼，我回国去，就不信没人搞得懂这个。哟，那么请问你们古西国有海吗？我锤死你！恼羞成怒是吧？你干什么？你不就觉得自己心里吃亏了吗？这样，我送你个人1000担盐，注意是每年1000担。真的？满意吗？那我还带了3000精兵呢。那我再送你3000清兵2000担，由你来分配。你不骗我？你帮我除掉太傅，如何？江公公，我终于知道皇帝为什么那么喜欢我。我可不是真公公，以后请叫我天子哥哥。
大人，这样做真的能出言吗？小的活了这么多年都没见过用这种方法。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你们什么人？谁允许你们到老子烟厂来的？哼！臭小子竟然敢打我！老子今天不弄死你，姓名倒过来写。你干什么？这就是我的烟厂了，赶紧带你的滚蛋！你可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？我可是京城太傅的3管家，得罪太傅我死路一条。蒋太傅，没错，怕了吧？怕了就乖乖跪下磕几个小头，否则连你九族一起杀！一个管家就敢这么嚣张，真是没天理了！老子就是天！下辈子长点眼，认清尚方宝剑长什么样。本官来自京城，替皇上修建盐场。从今天起，你们替本官工作，1日3餐管饱，生病了就免费就医，每逢过节奖励京盐1袋。青天大老爷，青天大老爷，青天大老爷啊！大人，我们能为你效力吗？那得看你们主人了。看不出来呀，你还挺会拉拢人心的。我的人都要被你拐跑了。哎，哥哥的人就是你的人。哎，你们看，真的是盐，真的是盐！这么多盐，这一块盐田不得有几百担啊！居然真的出盐了，这简直就是神迹！神迹？那我难道就是神仙了啊？在我们心中，您就是神使。这小女子马屁天赋恐怖如斯啊！那我要是神使，今晚找你暖床，行不行？神使大人，您有何吩咐？你叫人按照这个图纸去扩建盐场。哦，对了，只要每晚工作的人，奖励1斤盐。我去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你回来了，不是你说让人家来帮你暖床的吗？好美呀！真的？都说古西国出美女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油嘴滑舌！你若不是神使，我才不会这么没羞没臊。哎呀，我懂。哎，你要答应我，每年供给古西国1万担盐。我当牛做马也愿意。不好意思，我有点紧张，你不要见怪。哎，在我眼里，你是活生生的一个人，不是谁的筹码。在你想要把自己交给我之前，我希望你是真心喜欢我，而不是为了部落和国家牺牲你自己。果然自古套路得人心啊！皇上，又是因为言乱发生的民变，从昨日起已经有12场民变了。要是再拿不出盐来，这京城怕不是真的要完了。也不知道小江子那边如何了。皇上不好了！宫外传来急报，户部尚书刘大人今晚去了太傅府，怕是……等等，你是说他背叛了朕，去投靠了蒋峰？叛徒！叛徒！皇上快跑！今晚傅统领哗变，太傅大人闯进宫了！什么？皇上！大胆！你们半夜闯入进宫，寓意何为？启奏皇上，京城言乱已经失控，若再不解决，恐怕引起暴乱。朕不是已经在想办法了吗？蒋峰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擅闯朕的寝宫！在你的眼里，还有没有朕这个皇帝了？皇上，非常之时，当行非常之事。臣等夜闯寝宫，也是为了平息言乱。哼，那你有什么办法？主监宁，清君侧。主监宁，清君侧。谁是监宁？你们要出谁？太监江晨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你们这是要逼宫吗？皇上，非是臣等逼宫，乃是据刘大人所言，此次动乱乃是江晨引起，所以我等经过深思熟虑，
愿替皇上除去这祸乱朝纲的阉人，只有这样才能平定言乱，维护严氏。是啊，皇上。纵观古今，凡阉人乱政者，无不祸国殃民。您一定要引以为戒啊，皇上。好一个刘大人，好一个刘爱卿啊！皇上，刘大人只是顺应天意而已，还请皇上忌贤臣，远小人。到底谁是乱臣贼子，尔等心里谁不清楚？朕是不会杀江辰的。难道你们想弑君吗？太后到。参见太后，太后千岁。母后您怎么来了？皇上，哀家已知晓言乱的前因后果。这小将子虽然聪明伶俐，但是一个太监竟然妄议国政，实乃取死之道。祖训早已定下阉人不得干政的规矩，哀家要是不来，恐怕唐国国运就要毁在一个阉人手里。请皇上除去阉人，朕就算今日生死于此，也绝不会下旨杀江辰。哼，君若不贤，臣当废之。皇上既然要自弃于天下，那就别怪臣等不忠不义了。来人！持尚方宝剑者，皇权特许先斩后奏。诸位大人，不知哪位先来？是剑。大胆！你这奸臣竟敢剑指太傅！刘大人，皇上对你这么好，你却弃明投暗，蠢货一个。太后，有本事你动一下哀家。太后万金之体，奴才自然不敢造次。但谁若敢犯上作乱，奴才就算是死，也绝不退缩半步。大胆淫贼，死到临头还如此狂妄！太傅大人，司开宫门的禁卫军已经死了，你怎么有自信让我死？皇上，微臣今日行此事，只是为了江山社稷。如果不除去奸佞，就此老臣一死吧。皇上，诛杀奸佞，请赐臣等。朕如果将众爱卿杀了，那天下人将如何议论朕？朕又用何人来治理天下？皇上，既然还要仰仗臣等，就除掉奸佞。太傅要杀我，只是为了平言乱。哼，言乱都是因你而起，不杀你不足以平民愤。好，那要是我自己平了言乱，该怎么办？痴人说梦！你要能做成这件事，那就是老夫昏聩无能，怎么有颜面再立于朝堂之上？希望太傅记住自己说的话。各位大人，接下来不要眨眼啊！他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这是啊！来人，持江公公令牌，叫开所有城门，10万担新盐入京。皇上，宫外传来急报，京城4门外各有数千辆盐车入京，押解人奉江公公之命，共有10万担新盐送到。待天亮后，将以市价5折不限量供应全城百姓。新盐在此，请皇上过目。什么？好好瞧瞧！这怎么可能？就是啊，不可能！10日之内怎么能弄这么多盐，而且还这么细？不可能！哼，肯定是你这阉贼骗我！是真是假，太傅自己出门看一眼，何必在这里自欺欺人？古西国使臣求见。宣，参见皇帝陛下。唐国皇帝天恩浩荡，10日内便已完成当日诺言。江城公公今夜已交割1万担精盐。我古西国愿与唐国缔结兄弟盟约，从此守望相助，患难与共。如违誓言，天人共弃。不可能！10日之内怎么可能弄这么多的盐？太傅大人，
听说您最近很希望我滚回草原去，就是不知道我这1万金盐一旦送到，您这愿望还能不能实现？想必诸位大人也很想知道怎么获得这么多盐，那我就给大家科普一下，什么叫晒盐法。这个是这么说，以后不用下井挖盐了。是啊，蒋家通过垄断盐铁成为最强世家，这盐和你们以后没关系了。被打断一条腿的滋味怎么样？太傅大人，太傅大人，蒋太傅，好了，蒋大人为国忧思，积劳成疾，赶紧回府上休息吧。诸位爱卿，若是没有其他的事情，就好好准备一下跟古西国的合作事宜吧。臣等告退。太傅大人，慢点儿。你们也都退下吧。皇上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说过，只要有我在，没人可以欺负皇上。今早收到密信，奴才便马不停蹄地赶来了。还好一切都不晚。你以后不要再自称奴才了。皇上，你来姨妈了？姨妈？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月事。怎么了？皇上，你是不是戏弄我呢？哎呀，朕今天也是情不自禁嘛。您还是别抱了，我都快爆炸了。我先去洗个澡，冷静一下。来人，通知皇后1刻钟后过来伺候朕沐浴。是。皇后驾到。皇后，我真的好害怕。谢谢你，今晚请好好爱奴家。啊，百计花现在已经派人送盐回去了，到时候盟约一定，我恐怕手里的兵权也要交给他了。这一切都是那个死太监和百计花搞的鬼。他们2个既然要与老夫作对，咱们就一并送他们去投胎去。会盟那天，师兄，太傅联合百济将军打算在会盟当天做手脚，把你和百济花一起烧死。这个老东西，一天不死就不安宁。这师妹第2次救我了。那让师哥想想，用什么姿势来安慰师妹呢？你就知道欺负我。那师妹喜不喜欢师哥欺负啊？我喜欢。江辰，你是为师一手带大的，竟然敢背叛师门！不是师父，你别激动，你听我说。无需多言，背叛师门者，杀无赦。师父，你冲我来，你别动燕儿。不要！你要是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逆徒！师父，我是背叛了师门，我只是不想让燕儿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像您一样，一辈子只能生活在黑暗里。孩子，师兄我……你是没有背叛师父，都是我教唆的。江辰愿意自尽，您可以提着我的人头去向太傅邀功。我只是希望燕儿和孩子可以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。
你们走吧。师父，你愿意原谅我吗？傻孩子，江晨，好好照顾燕儿。师父，只要江晨活着，一定不会让燕儿出事。师父，你本名很主，如果我们生的是男娃，我们就把他取名叫楚留香。宫里有太傅的内应，位高权重，是个大人物，我不能确定是谁，你们一定要小心这个人。哈哈哈哈！老东西，太傅说有内鬼要好好查查，没想到勾结这个死太监的是你们师徒。不过也好，要不是你，我怎么有机会杀这个狗太监？是老贼的人，把他们全部杀光，一个不留！快走你们！自己拦住他！师父，快走，别辜负了师父的一片好意。快走！可怜的燕儿，我能够为你做的，也只有这么多了。师兄，师父怎么会突然放过我们，还拼死为我们挡住那些人？燕儿，虽然我们背叛了师门，但对师父来说，我们都是他的孩子。傻丫头，师兄不想你难过，师父他应该是你亲爹啊！皇上，臣愿以将功赎罪，恳请皇上让臣去主持盟约之事。不必了，太傅大病未愈，还是好好休息吧。这等事交给小江子做即可。是，看来那叛徒并没有听到先前的谈话，不然狗皇帝绝不会派着狗太监去送死。既然如此，按照原计划进行。传朕旨意，明日由江臣代替朕，与古西国使者百济花在鸿胪寺签订兄弟盟约。是，皇上。皇上圣明。唐国与古西国从今日起结为兄弟之邦，守望相助，祸福与共。盟约已成，请双方使者用印。盟约已定，礼成。哈哈，接下来就由两位大人好好商讨，两国睦邻友好，务实条约具体条款，事涉机密，请随行人员会场。老贼也该动手了吧？哥哥，人家好想你啊！好花，咱们先办正事，晚上哥哥有空陪你玩啊。不好，有人拿火烧我们！一定是百清猛和蒋峰干的。这两个败类，等我出去，一定要亲手砍了他们！他们没机会了，再不出去，我们都得死在这儿。就算是死，我也一定要为哥哥杀出一条生路。哥哥，只要你能记得，每年1万担盐。我说过，你不是谁的筹码。我江晨，就算是死，也绝不会让你死在这儿。快来人呐！走水了，快救江公公！快点，快点！使臣大人，快点，跟上，快点！是，快是。啊，找到江公公了，江公公还活着，但是使臣大人已经死了。啊？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小江子呢？烧到小江子了吗？禀皇上，江公公选的位置极好，没被烧到，只是吸入大量浓烟，晕过去了。但古西国使者被烧得面目全非。既然已经烧得面目全非，那怎么证明他就是古西国的使者？这是公主的佩刀，绝对没有错。胡说八道！什么公主的佩刀？
想讹诈吗？配此刀者，乃我古西国长公主百计花是也。公主隐藏了身份，不过是为了方便行事罢了。你们居然害死了她，公主卫队何在？在。公主惨死唐国，你们该怎么办？报仇！报仇！报仇！将军且慢，算百计花真是古西国的公主，可是害死公主的不是我们呐，是江晨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文书，使讲来。参见陛下，小的是礼部文书，负责在侧室旁听并记录会盟事宜。诸位大人走后，小的亲耳听到什么？江公公威胁公主，索要回扣3万两，如若不然，就在会盟条约上针对古西国。公主不从，两人便争执了起来，然后公主就被打死了。胡说八道！小的不敢，小的所言句句属实啊，陛下。花花，你居然为我牺牲了你自己，你好傻！江晨，哼，别装了。先是为了一己私利，勒索并杀害古西公主，后又火烧鸿胪寺，掩盖罪责。要不想让两国纷争，就应该自裁谢罪。对，我是罪人，把他的刀拿来，让我以死谢罪。小江子，花花，杀罪人啊！这是干什么？你不是没救了？参见公主殿下。你没死，那这尸体是谁的？怎么，你更希望看到我死是不是？这样一来，百计猛就能成为你最忠实的猎犬了是吗？胡说八道！百计猛，我是真的没有想到，你竟然为了一丁点权力，竟然勾结外人想害本公主。你知道吗？此消息要是传到古西，你一族都得为你殉葬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逃出来。哼，因为我在鸿胪寺挖了密道啊。哥哥，如果有下辈子，哥哥一定要早点来找我。你不是说哥哥是神使吗？哥哥现在就带你去看神迹。鸿胪寺内竟然有密道！嘿嘿，昨晚上刚挖的，新鲜出炉。他俩的阴谋，哥哥早就知道了，只不过师傅为此丢了性命。你放心，等我出去，一定亲手帮你报仇。你们早就准备好了，莫非是那个叛徒听到了？百计谋，你杀我师傅，陷害花花，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。住手！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不能滥杀无辜。你们说，百计谋该不该杀？杀！这是怎么了？这几日感谢大人您的帮助，我古西国才得以摆脱缺盐之苦，还顺带肃清了内乱。举手之劳，公主客气了。我不是故意要隐瞒身份的，哥，江辰大人不要怪罪。公主多虑了，我看上的是你的人，而不是你的身份啊。哥，江辰大人，你要不要同我一起回古西去？我兄长是当今国主，我让他封你为国师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不比留在唐国做那个好吗？实不相瞒啊，当今皇上对我有知遇之恩，我要是为了这些荣华富贵去了他国，那你也不会这么信任我，不是啊？那我开吃了啊。江大人说的是我太贪心了。来人，把百计谋那2个亲信带上来。百计花爷，我们都交出兵权了，你还要怎样？唐国有句话说得好，斩草要除根，要是让你们活着回去，难保不会出什么岔子。
我早就知道你不会放过我们。不过就算你立了功又有什么用？我听说国主已经把你许给了野人部落了。哈哈哈！你说什么？国主为了平衡国内势力，已经答应把你嫁给蛮族了。你就等着被折磨的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吧！白继母，我要将你挫骨扬灰！嘿嘿，蛮族矮小暴躁，没有女人在他手里活过3年。白姬花野，我们在黄泉路上等你来。公主开心点，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总会有解决办法的嘛。啊？原来不管我怎么做，都逃不过做一颗棋子的命运吗？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不如意，就像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变成了太监。此情此景，我想一试一试。大海呀，你全是水；骏马呀，你4条腿。不是，你们古西国的传统就是一定要嫁人吗？还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案？其实也不是没有，可是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。那你说说呢？或许我能帮你呢。就是只要在结婚之前怀上别人的孩子，我想门家是不会答应这门亲事的。好妹子，这个忙哥帮定了。哥哥，带我。哥哥来了。夫君醒了，来人呐！太傅大人醒了！住口！你还嫌我死的不够快吗？夫君何出此言？我昏迷这段时间，有多少人来看我？除了您的心腹，以前那些拍马送礼的，来的倒是不多。哼，我蒋家以盐铁控制唐国，我又布局多年，内控朝堂，外结古稀，原本事情还能更进一步，但是最近却接连遭遇大错，一些人已经开始见风使舵了。夫君，我真怕他们会……我蒋家已经位极人臣，不进一步便是死路一条。你以为老夫有的选吗？原本事情都在我的掌握之中，可自从那个死太监成了皇帝的心腹，事情就脱离了老夫的掌控。夫君，你是说最近皇帝做的那些事都是那个江辰的手笔？就算再不愿，也不得不承认，那个死太监是天下1等1的天纵之才。还好他只是个太监，老夫只要弄死他，局面照样扳回来。看来现在是该动用宫中那些棋子了。你是说朕的后宫之中还有那狗贼的重要内应，还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？我师父不会骗我的。可是后宫之中地位最高的就是太后和皇后了，莫非这内应就在这2人之中？太后虽然不是朕的生母，但起码养育朕10多年，应该不会是她。倒是皇后刚入宫3年，虽然家世清白，但难免不会落入老贼的控制之中。要真是那皇后，老子今天晚上就杀她一个回马枪，让我看看她的真面目。等，小江子，你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竟然敢直接惦记朕的女人了。我还敢惦记皇上您呢。小江子，你胆子也太大了。皇上，这手法蛮满意。不说话就是不满意吧？那我可得再练练。满意，行了吧？可这皇后要是内应，这老贼肯定会有下一步行动。要是他发现你假太监的身份，那我们就危险了。皇上说的是啊，就跟那鸿胪寺一样，他要是改完计谋，我们就将计就计，反将他一军。
哎，你这屋里怎么乌漆嘛黑的？皇上不是喜欢熄灯吗？臣妾就让下人把灯都熄了。哦，如此甚好。为了伺候好皇上，臣妾这些时日可练了不少本事呢。哦。哎呀，来呀，皇上，来呀，小猫咪。那我们一起在床上跳个双人舞吧。来人啊！抓刺客！有人冒充皇上！快来人啊！我抓住他了！皇后莫急，哀家来救你了。我倒是要看看究竟是谁胆敢冒充皇上。皇上，怎么，皇后，你看到朕很惊讶吗？我们刚不还在这儿翻云覆雨，还是说你认为那个人不是朕，而是另有其人啊？没有，臣妾护驾！皇上，皇后要抓的刺客就是朕。太后，你难道想带着这些人把儿臣抓起来吗？哀家也是救人心切，既然皇后无碍，哀家突然有点胸闷，就先行回宫了。真是朕的好皇后，真是朕的好母后啊！皇后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朕？皇上，臣妾没有背叛您。你刚才在想什么？太后提前带人埋伏在这儿，你以为朕不知道吗？朕立你为后，应该也不算是亏待你。可你呢？身为皇后，竟然联合蒋峰那个老贼来谋害朕，太让朕失望了。事已至此，就不要讲什么夫妻情谊了。朕不亲手杀你，就已经算是给你体面了。皇上，其实一直跟臣妾同房的人是江公公吧？不是，我就是一个小太监。您是皇后，我哪能跟您同房啊？刚才行房事的时候，我在你背上抓了3道指印，你敢脱下衣服检查吗？没错，是他。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。朕的确是女儿身。谢谢你。谢我？谢谢你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爱。其实蒋峰是我舅舅，皇家不与大族结亲，为了让我进宫，我一出生就被迫送到了小户人家。他又秘密派人教我各种技艺，为的就是选秀女的时候一击必中。我这一生就像一枚棋子一样任他摆布，无力反抗，无可奈何。你说这么多，不就是想让朕饶你一命吗？臣妾不求皇上饶命，死亡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解脱。等等，怎么，你想英雄救美？皇后也是被那老贼逼的，罪不至死啊。况且我和他现在的关系不一样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。可是他已知晓你我身份，今夜他必须得死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皇上连我一起杀了吧。你说什么？不，你不要做傻事。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我的女人。如果我为了我自己逼你去死，我江辰就不是一个男人。你，请皇上赐我们一死。好啊，你们这一对狗男女，就这么让你们轻易死了，也太便宜了。明天朕就下旨，让你们午门凌迟。哼！
江辰，你怎么那么傻？你是皇上最信任的心腹，我已在劫难逃，你前途不可限量。为了我，值吗？值不值我不知道，但眼睁睁看着你死，我做不到。我不能让你就这么为了我去死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皇上金口玉言，能有什么办法？我把这些年与蒋峰所有来往的书信献给皇上，有没有用？我不知道。一定可以的，江辰，你快去跟皇上求情。好，我去试试。你先去休息。骗这种苦命人，我罪恶感很重。不对，我这明明是助他脱离苦海才对。我果然是个好人。唉，事情解决了，皇后已经坦白一切，弃暗投明了。那就好。看得出来，他也是被人利用的，本性应该是不坏的。皇上英明神武啊！今天晚上这波演出真是天衣无缝啊！你也不错，为了皇后去赴死的时候，还真是令人感动呢。哦，皇上您这是吃醋了？我会吃你的醋吗？也是啊，我就是一个小太监，一没钱，二没权，皇上怎么能看上我呢？但是话说回来，那皇后晚上那楚楚可怜的样子，谁见了都不忍心杀她的。那我就把你给阉了，好好的让你去陪皇后，也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寂寞。你把我阉了，皇上，那你要是寂寞的时候，谁来安慰你呢？朕随便找一个便是。就算皇上找到了，他有我的聪明才智吗？他能为皇上排忧解难吗？好了，放开我！我不放。你现在是连朕的话都不听了？没错，我今天就是要对抗一下这黑暗的封建王权。小江子，你干什么？快把我放下来！我不放，除非你求我。哼，向来只有别人求朕，还没有朕求别人的时候。快把朕放下来！快点，求我！小江子，朕要杀了你！还敢威胁我？算了，算朕求你了，快点把我放下来。这还差不多。嘿嘿，别碰我！别费劲了，皇上，你的剑也被我扔了。江辰，你信不信我杀了你？我信，但我更相信这次之后你会不舍得杀我的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皇上您还不知道吗？那天你在皇后寝宫门口待了这么久，难道没有一点反应？我没有。我不信，你撒谎。皇上睡着的样子可真美呀！登徒子，皇上昨晚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放肆！那就让我带皇上回忆一下昨晚的美好吧。皇上，皇后死活要见您。让她去前面等着。是。皇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哼！皇后还有何事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我这些年与蒋峰来往的书信，还请皇上宽恕。凭这些就想让朕饶了你？你们想的也未免太天真了吧？皇上，您就饶了皇后这一次吧。好了好了，昨天晚上江辰已经求了朕一夜，朕看在他屡建奇功的份上，就饶过你们一次。谢皇上。但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不是，皇上，你不是说饶了皇后了吗？朕的话都还没说完，你着什么急？奴才知错了，请皇上明示。即日起，将皇后打入冷宫，除朕的旨意外，
任何人不得进入。臣妾遵旨。老爷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消息可靠吗？可靠。老爷，出什么事了？你下去吧。皇后被皇上打入了冷宫，这怎么办？她也是中了江辰那个死太子的诡计。这江辰有这么难对付吗？看来不能再拖了，你亲自进宫给太后说，想尽一切办法除掉江辰。你要是那么心疼皇后，那朕就把你阉了，让你去冷宫好好的去陪皇后。我现在就想着晚上怎么好好伺候皇上呢。哼，油嘴滑舌。皇上，太后那边让您和江公公过去一趟。儿臣奴才参见太后。平身。谢太后。母后，今日叫儿臣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哀家最近救急总是反复，身边总缺个伶俐的人伺候。母后的意思是，不如皇上把小江子留在哀家身边伺候，可好？不可。有何不可？母后，小江子虽然是个太监，但他见识广博，精通百家之长，儿臣是一日都离不开他呀。这宫里这么多太监，皇帝完全可以再挑选一个，小江子就留给哀家吧。太后，皇上对我恩重如山，我已经发过誓了，此生绝不吝啬二主。既如此，哀家就给你们看一样东西。来人，抬上来。母后这是何意？这个人叫小江子，是个太监。哀家的人前段时间从御花园的废井里发现了他，哀家觉着日后可能用得到，就用秘法儿将他保存了下来。母后是不是搞错了呀？这小江子不是活生生的站在母后面前吗？是吗，小江子？冤有头债有主，杀你的是刺客江辰，可别来找我啊！太后，你说这世上有两个长得很像的人，也不稀奇嘛。是啊，母后，如此相像的两个人也稀疏平常。那要不要哀家找个熟悉小江子的人来问问？那倒是不用那么麻烦，还是问问的好，不然呢，冤枉了小江子，让外人看了笑话。那就不劳母后费心了，儿臣自会查清楚。不麻烦，哀家都是为了你好。这留个不清不楚的人在身边呢，哀家也不放心呢。不劳母后操心，小江子是绝对不会害朕的。哼，这人心隔肚皮呀，是不是啊，小江子？是吧？让哀家答应也可以，让小江子留在哀家身边伺候。母后，你就不能换个条件吗？哼，留在哀家身边也未必会死，但如若皇上不愿意的话，那你们俩的秘密可不一定守得住。奴才愿意服侍太后。小江子，好了，皇上，哀家也乏了，皇上就退下吧。儿臣告退。太后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是太傅让你来弄死我的吧？但是我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帮他呀？你这么聪明，不妨猜一猜。传闻太后入宫前曾闻绝色舞姬，被一名大臣送给先皇，因受宠封为贵妃。女帝生母死后被封为新任皇后。我靠，这怎么这么像吕不韦和赵姬？难道……哎，太后，你入宫前是太傅府的舞姬？小江子，你果然聪明，难怪皇帝喜欢你。但是奴才还是不懂，您已经是一国太后了，就算出自太傅府，为什么还会受制于那个蒋峰啊？一国太后又怎么样？哀家来自西南百夷族，你知道镇守西南的是谁吗？还请太后告知。是太傅的亲儿子。
那个号称大唐第一战神的蒋燕，哀家全族的性命都在太傅的手中，你叫哀家怎么办？哎，太后，哎，太后，快来人救太后！哎，等等，这是什么药？奴婢不识字，但太后身体不好的时候，每次都吃这个。太医神经丹，这丹传闻只有在太后府上的神医孙淼能做，外面的人行只能看太后的脸上。看来这太后的命也不在这个之内。秋香姐，请留步。美丽的秋香姐，我一看到你，就像看到坠入凡间的仙女。江公公不要开玩笑。我没有开玩笑，你不觉得今天你有点怪吗？哪里怪？是我妆花了吗？怪可爱的。讨厌！哎呀，我昨晚睡不着觉，弹了一夜的琴。江公公还会弹琴？那当然，我弹的可是对你的一见钟情。大白天的，让人看见怎么办？我对你的爱是情不自禁的。江公公可是宫里的一大红人，真的喜欢我吗？那是当然了，你这么可爱，谁见了都喜欢。哎，只是，太后她老人家让我过来伺候她，我一到，她就晕倒了。我怕太后醒来一生气，我就完了。江公公放心，太后那儿到时候我一定替你求情。太后可喜欢我了。秋香姐姐对我真好。那你可以告诉我，太后得的是什么病吗？这，好吧，我跟你说，你可不能跟别人说。我一定不告诉别人。太后她招惹邪祟了，不仅有水泡，还有脓血，有时痛不欲生，出宫时真是生不如死。这不就是下阴感染、炎痘发炎吗？这个时代没有杀菌技术，根本无法治疗，也只能依靠太医神经丹这种抑菌药物来续命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啊！太后恕罪，滚出去！小姜子，你知道哀家这么多秘密，你信不信哀家杀了你，以绝后患？太后，你不敢杀我。哼，你哪来的自信？您把我强关在慈宁宫，不就是为了不和皇上撕破脸皮吗？更何况什么？只要我一天不死，就是太傅心腹大患。而您控制了我，就可以跟那个太傅交换筹码。谁都不想成为别人的傀儡，更何况您是太后，这招叫口自重。小姜子，你能把蒋峰逼到这种地步，胆识果然过人。你自己清楚也好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待在慈宁宫。要是出去，哀家也保不了你。奴才斗胆问一句啊，您那里是不是时常瘙痒难耐，并且伴随红肿和糜烂？大胆奴才，竟敢偷看哀家隐私！奴才不敢，奴才只是关心太后啊。是又怎么样？我可以为您止痒。大胆奴才，色胆包天，竟敢调戏哀家！信不信哀家割了你的舌头？慢着，太后误会了，我是说我可以帮您解决问题。你真的有办法？如果没有办法，您再割我舌头也不迟嘛。哼，好，哀家就给你半天的时间，如果你做不到，你的舌头就别要了。启禀太后，我已经找到办法了。这是何物？此物名为香皂，和太医神经丹有同样的效果。这香皂怎么使用？香皂是一种沐浴用品，在沐浴的时候用它就可以了。这么简单？说起来简单，但具体方式还是需要我帮你演示一下。狗奴才，你说什么呢？我的个乖乖，这太后不愧是武技出身，这身材也太哇塞了，腿完年啊！小姜子，你还愣那干什么？还不赶快过来！这就来！太后，您感觉怎么样？大胆奴才，竟敢调戏哀家！太后，我这也算帮您治病了，您可千万不能讳疾忌医呀！你轻点儿。您照着说，效果怎么样？还
还可以吧。太后，其实我能帮你根治这个病。你真有办法？那是自然。小姜子，你也不必讨好哀家。就算你真能治好哀家的病，哀家也不会放你回皇帝身边的。奴才知道，但您治好了病，就不用靠那个太傅续命了。或许之后你还能反击。反击？哪有那么简单？除非……无需多言，我懂。除非保全百夷族的性命。你为什么觉得我们不行啊？你们有那个本事吗？皇帝自身都难保。事在人为。为什么觉得我们不行？太傅在朝廷羽翼丰满，势力更是盘根错节，而且还私底下豢养很多私兵，外加上他还有一个唐国第一战神的麒麟儿，你们拿什么和他对抗？可是皇上已经斩断他2当臂膀了呀！不够，远远不够。太傅底蕴丰厚，你们让我拿全族的性命跟你们去赌？那要是我们成功了怎么办？太后，让我帮您按摩一下如何？你还会按摩？皇上按摩了都说好呢。看在你这么乖的份上，你的提议哀家会考虑的。谢太后。不过哀家要先看你的诚意。好嘞，那我明天就给太后配置一份神药。继续。得令。你们在干什么呢？皇上，我在给太后按摩放松呢。哀家近日甚是疲累，听说小姜子的按摩技术还不错，就让他给哀家按一按。是吗，小姜子？当然是真的，我没骗皇上。母后用起朕的人来，还真是顺手啊。皇帝今夜来此，貌似心气儿不顺呢。小姜子，几日不见，你本事见长啊，竟然敢勾搭太后了！不敢，我生是皇上的人，死是皇上的死，我对皇上忠心耿耿。我看你跟太后玩得挺开心的。哪有的事儿，我是在办正事儿呢。正事儿？我看你是色胆包天。我再过几日啊，我就可以让太后加入，一起对抗太傅了。你说这算不算正事儿？你有把握？当然了。再说了，那太后就算再美，哪比得上你1/1000啊？行了，你最好是在办正事儿，否则朕就把你给阉了，让你常伴太后左右。舍得吗，皇上？太后，此物名为九经，拥有极强的杀菌之力，比那香皂强了1000万倍。你说真的？如有虚言，奴才愿意净身侍奉您一辈子。够奴才，你还知道自己不干净啊？好了，东西放下，你可以走了。那个酒精必须用在病患处，而且用法用量都极为讲究。此事关乎于太后能否痊愈，所以让奴才亲自为您效劳啊。登徒浪子，你以为你那点心思哀家不清楚吗？奴才这点心思，不也是为了太后痊愈吗？老爷，夫人来了。宫里传来消息，那个江晨已被他们软禁。哦，好，没了江晨，我看皇帝怎么跟我斗。老爷，打算怎么做？来人，老爷，去把几位大人都叫过来。是。老爷，您这是？现在该老夫反击了。今日让你们来，是要跟你们共商大事。不知大人所指何事啊？近日小皇帝有江晨这个太监出谋划策，老夫最近非常被动。现在朝野上已经出现蛇鼠两端了。这个狗太监罪大恶极，可偏偏每次都杀不了他。此子虽是太监，但志趣百出，着实不可小觑啊。就是，不如末将派人先把他干掉，
以绝后患。不用，老夫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江辰已经不足为虑了。啊？难道太傅大人已经干掉了江辰？非也，虽然他没有死，但是被老夫困在一个地方。哦，所以我们不用再忌惮他了。今天让你们来，是另外一件事情。请太傅大人明示。平定言乱之后，小皇帝马上要开始严正评价改革，这件事情你们都知道吧？下官略有耳闻，听说众多盐商阴奉阳违，很不配合。朝廷这几个月不光没在海盐里赚钱，还倒贴了几十万两。马上下个月就要进行国库清账了。太傅大人的意思是？现在户部尚书是小皇帝的死党，而且小皇帝对他也非常仰仗。我们这次就打折他这条腿。太傅英明，我早就看不惯那匹夫了。前天我去跟他要军饷，那家伙抠抠搜搜，什么都不给，真气死我了。就是那匹夫把国库看成自己家一样，平日里找他拨点钱，他总是推三阻四的。好了，不要再抱怨了。这样，你们回去之后，马上组织人手，明日上朝弹劾户部尚书失职，让他下台，然后我们合力推举一个我们的人顶上。记住，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做绝，一点翻盘的机会都不留给皇上。我等明白，请太傅放心。狗贼！还好师兄教了我统管窃听的方法，还想害人，我呸！别动！不行，哀家实在痒得不行啊！太后，皇上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皇上指明要见江公公，让皇帝明天再来吧。太后，这我还是去见一下吧，说不定有什么急事呢。那你快点回来吧。放心。你喝酒了？看样子你在太后那里过得很不错呀。皇上深夜找我来，有什么急事啊？宫外传来消息，明天一早，太傅将带着重臣弹劾新上任的户部尚书。这又是为什么？自从言乱平息之后，朕就一直按照你的建议，在全国推广盐政改革。但是这么久了，一直没有盈利不说，一直都在花钱。现在马上朝廷就要年末清算了，他们打算以国库亏空为由，给户部侍郎施加压力，好换成他们自己的人。就这？你告诉朕如何应对？皇上，山人自有妙处。可是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新任户部尚书是我们目前手上最大的一张底牌了，如果他也没了，那我们又要过着被那个老贼欺负的日子。皇上，这个事儿其实很好解决的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快说。太傅他们那个由头根本立不住脚的。真的？盐政改革虽然不赚钱，甚至还在亏本，但是皇上有没有忘了一件事？什么事？我们已经建立了覆盖所有州府的直营官盐超市，只要一开业，就能把半个月亏损的全部赚回来。甚至还能大赚几十万两。几十万两？到时候银子一到账，早就入国库了。是吗？你对咱们这个官盐超市这么有信心？那又是超市又是垄断经营的，就算傻子来了都能赚这个大钱。小江子，我觉得你不做朕的户部尚书，真是可惜了。我可不想做什么户部尚书。那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做女帝大人身后的男人。油嘴滑舌。
那就让我这油嘴滑舌好好服侍一下皇上。你在想什么呢？这一味防守可不是我的风格。你又在出什么坏主意啊？注意言辞，什么叫坏啊？那江公公有什么妙计呀？那一味防守的老匹夫竟然想动手，那我就崩掉他几颗大牙！皇上驾到！恭迎皇上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众卿平身，谢皇上。皇上，臣弹劾户部尚书理财无方，致使国库亏空10万两。臣也要弹劾户部尚书，克扣公帑，致使朝廷一应礼仪用度不足，有损皇家颜面。户部尚书无能，拖欠军饷，臣请皇上严查。太傅，你对此事怎么看？皇上自会圣裁，臣不敢妄言。户部孙大人何在？臣在。众大臣弹劾你，请问你怎么说？启奏皇上，这罪名微臣不认。大胆匹夫，国库亏空难道不是事实？皇上面前还敢狡辩？吏部尚书着什么急？这到年底清账还有1个多月呢，到时候亏不亏，你怎么知道？本官听闻国库因严政改革，不仅没赚到钱，反而搭进去不少。就算再给你1个月，又能怎样？既然结果一样，不如让你早点下台，换一个有能力的人。请皇上三思。请皇上三思。皇上，臣请求提前汇报这段时间户部的工作。准。诸位大人，这段时间户部在皇上的英明领导下，将公共划时代的设计已经落实，目前已经建成覆盖唐国全部13个州府的共108座官盐超市，不日即可开业。那又怎样？孙大人再怎么解释，也掩盖不了国库亏空的事实。尚书大人着什么急？我还没有说完。我倒要听听孙大人这张嘴能不能说出银子来填充国库。这108座官盐超市开业后，每日可售出食盐10万担，1个月内就能盈余160万两白银，去除前期朝廷花费的80万两成本，还能赚回1倍的食物。朝廷今年的财政就可以扭亏为盈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孙大人说得好，不愧是国之栋梁啊！都是皇上领导有方，江公公高瞻远瞩，微臣不敢贪功。孙大人就不必自谦了，你的功劳就是你的功劳，谁也抢不走。老臣愧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姓孙的，你在撒谎！皇上绝对不能被这厮欺骗了。孙大人，如果现在你说的大话到时候做不到，可就是欺君之罪呀！哼，要是做不到，到时老臣一定当着太傅大人的面自裁谢罪。朕相信孙大人。既然年底国库充盈，那朕决定在腊月俸禄翻倍，赏在朝5品官员以上金盐10担。谢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禀皇上，古西国公主觐见。宣。古西国公主百济花也，参见堂皇。公主免礼。不知公主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？臣特来谢恩。谢恩？回皇上，之前唐国承诺的金盐和双方缔结的盟约已送至我国国内，国内上下皆感恩大唐皇帝的恩德。现在我们双方就是真正的兄弟之邦了。收到就好，我国很愿意跟古西国友好相处。谢皇上。小臣还有一事，想请皇上给我做主。请讲。之前小臣在鸿胪寺差点被害，我国国主得知后非常生气，还请唐国皇帝严惩凶手。
公主之前还说两国友好，现在就逼迫我国皇上，难道古西国的友好就只是嘴上说说吗？百花公主，贵国这种要求就过分了吧？我乃是古西国公主，出使唐国本就是我古西国最大的诚意。可堂堂一国公主，竟然在唐国差点被害，唐国难道不需要有人对此负责吗？公主巧舌如簧，想杀你的难道不是你古西国的人？我古西国固然是有叛徒，但鸿胪寺安防不周，难道礼部不需要对此负责？还请皇上还我古西国一个交代。公主放心，朕必定会给古西国国主一个交代。礼部尚书何在？臣在。皇上有何吩咐啊？你身为礼部总管，此事公主需要礼部给个交代，你怎么说？臣。既然你无话可说，那朕替你说。你身为礼部尚书，竟然玩忽职守，导致他国使臣在我鸿胪寺差点遇害，这是你的失职。从今日起革职查办，由百济公主押送回古西国，由古西国国主亲自惩处。皇上不可，我国臣子怎能交由他人处置？太傅，你莫不是忘了，我唐国已与古西国结为兄弟之盟，既为兄弟，又岂来外人一说？你们多谢皇上，我想国君会喜欢这个礼物的。皇上，恳求皇上念在老臣为皇上为大唐效力多年的份上，饶罪臣一命啊！你的命已有古西国国主做主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不，皇上饶命，臣不想去蛮荒之地。太傅救我！太傅救我！太傅！皇上，微臣偶感不适，微臣告退。哼！这怎么可能？蒋太傅不仅没能扳倒户部尚书，还赔了一个自己的礼部尚书。小姜子，你果然手段高明。小姜子，你果然手段高明。我对蒋太傅的手段一般，但是对您的手段肯定会更高明。要死了你！这可是大殿之上。小姜子，哀家的确知道你可能扳倒蒋峰，但如果你能扳倒蒋大将军，那哀家全部身家都可以给你。奴才不敢奢求那些东西，奴才只想要命。你们在干什么呢？皇上，我正在劝太后加入我们的事业。母后，你觉得太傅还有多少胜算？你们小心一点，离赢还早着呢。小姜子，你这工作做得挺到位呀。滚！谁都别烦我！老爷，夫人回来了。天儿来信了，你先看看。老爷，儿子都说了些什么？天儿说，朝中的事他都已知晓，问我需不需要帮忙。那这样，你给天儿回封信，就说让他在京城之外扶持一批武艺高强的山匪，后续有用。另外，孙老儿说，严正赚的银子下个月就要运回京城。哼，老夫岂能让他们称心如意？让天儿想办法把银子给他结了。来人，速请军师过来。不知将军找我何事啊？父亲交代2件事，军师，你怎么看？扶持山匪之事倒是好办。有何事目标？北方有一支叛军，之前就活跃在京城不远。几年前朝廷对外说已经剿灭了，但其实他们的主力还留了一大半。好，这件事儿你速速去办，不要怕花钱，给他们最好的装备。是，
但劫银的事确实要好好思量一番。不错，本将辖区离运河太远，很难不引人注意的带人马过去，只能暗中行事。劫银肯定不能大张旗，免得引火烧身呐。只要这批银子入库，国库就能扭亏为盈了。恭喜皇上！皇上，船来了。待会儿你们就高兴不出来了。哎，船怎么翻了？快来人呐，捞银子！快！打开银箱。银子呢？银子去哪了？皇上，这怕是遇上河神显灵，把银子给收走了。哼！谁能告诉朕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臣等惶恐。惶恐有什么用？难不成还真是河神抢了朕的银子？皇上，臣有罪，请皇上责罚。孙大人，现在不是请罪的时候，到底是出了什么错？朕的银子怎么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就这么消失了呢？臣也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。皇上，宫外流言四起，都说什么？都说皇上失德触怒了上天，观音被河神收走了，简直是荒谬！启奏皇上，如果京城之内河神之事流言四起，百姓惶恐，那么就会发生许多事端。太傅，那你可有办法救朕？今日之事确实匪夷所思，莫不是上天警示？微臣以为皇上应该下一个罪己诏，上抚神灵，下安民心。什么？你让朕下罪己诏？太傅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皇上，无风不起浪，官船银两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不见。皇上若不下罪己诏，百姓流言不仅不会停止，反而会越传越离谱。这样民心若失，社稷如何稳固？那太傅告诉朕，朕有何罪需要昭告天下呀？皇上近期在革新严政，破坏祖宗规矩，重用太监江臣，看上去好像是好意，但是也惹出些动荡。现在官船银两丢失，严政的亏空用何来弥补？皇上金口预言说，今年腊月俸禄翻倍，所有京官5品以上赏盐10担。莫非这次又要失信于百官？皇上难道要为一己私名，罔顾天下苍生不成？难道朕写一封罪己诏就可以安定天下了？那自然不行。那太傅还想朕怎样？自然是拨乱反正，废除平价盐，恢复景价盐，还要处理户部尚书，让其承担亏空之责。臣不义。你们，皇上身体有恙，退朝。皇上竟然强行退朝了，真是稀罕。太傅大人这一招高明啊！这招釜底抽薪，不仅要把孙老儿送走，更是让皇上颜面扫地。一旦他下罪己诏，他这个昏君的名声啊，这辈子是跑不了了。他要是不认罪，就把流言变得更猛烈一些。哼，不管他认不认罪，老夫都赢定了。这银子还能不翼而飞？那老贼要真有这本事，早就去当神仙了。银子消失无非2种情况：物理融化、化学置换。当时就刮了一点风，融化可以排除。哎，这东西不像是银啊！哎，把灯拿过来点。哎，小心有毒！毒是很贵的，要真是用毒，那成本都超过银子本身了。小江子果然厉害，这一身才学在哪儿学的？嘿嘿，晚上我再跟太后好好深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。我知道了，是锡，是灰锡。锡，也就是说，有人用锡换掉了银子。八九不离十，银子和锡的密度还有质感都很接近。要是有人用假银子换掉真银子，不能看是很难发现的。该死！一定是押船的那些人监守自盗，朕已经把他们押入天牢了。不，但凡带点脑子的人都干不出来的蠢事儿。况且他们也没有时间去以假乱真啊。太后，我和皇上出宫一趟，可以吧？
出去可以，但别被太傅的人发现。OK， 没问题。还有，早点回来。赶紧跪下！大人请。大人问你话就老实回答，能不能活命就看你自己了。大人救命啊！我真的没有偷过银子。你就是官船上的水手老大。是啊，我们真的没有碰过银子。哎，天，想活命的话，我问什么你答什么，不然我现在就是。你们在运输的过程中，难道没有发生什么离奇的事情吗？可疑的事情？没有啊，我们都是按照计划航行的。你们在巡逻的时候，真的就没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吗？好像从哪天开始，船舱里多了一股奇怪的酒味，但是我们以为是大人们在喝酒，我们也不敢多问。是个什么奇怪的味道？就是一股不正常的酒味。是不是这个味道？对，就是这股味道。哎，那你回忆一下，从哪儿闻到这个酒味啊？风铃渡，我们最后一次在风铃渡补给后，就是这股味道。风铃渡，你确定？确定，小的不敢欺骗你。好，你放心吧，这事儿和你没关系了。但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委屈你在这牢里多待几天。不委屈，只要能脱罪，小的怎么都行。走吧。这是什么酒？撒了红颜的酒，白色的锡只要降温就会变成那种灰色的锡，撒上这种酒，白色的锡就会变异，就会一箱一箱的变，直到变成我们看到的样子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些事情都是在风铃渡做的。风铃渡那可是军渡，能办成此事的只有一人。谁？风铃渡的统领为武大将军向建仁。一个将军怎么敢做出这种事情？那是因为他身后有人。谁呀？太傅的人。没错，他是太傅的得意门生，也是蒋天的大舅子。又是这个太傅。这个老贼被我们摆了一道，竟想出这种招。要不是我，这次朕真是要被他坑惨了。既然他们这么搞，我们不仅要找回银子，还要顺便灭了那个得意门生。恐怕没那么容易。威武将军有风铃渡的军权，要是动他，那老贼就真的得狗急跳墙了。不好办也得办，银子一定在风铃渡当中。如果我们不快点，他们一定会把他转移走的。可这是非常危险，大军不能前去。你只身一人前去的话，万一被发现，你就死定了。为了你，再大的风险，我也可以去的。小江子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是我的女人，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啊？可我还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去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不行，我要和你一起去。你一个皇上去干嘛？我就要和你一起去。小江子，我要是见不到你，我会每天做噩梦的。好吧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好。微臣恳请皇上降罪户部尚书，恢复严驾，下罪己诏。皇上下罪己诏。皇上身体有恙，辍朝3日，诸位大人请回吧。哎，这皇上怎么突然就病了？皇上当然是对付不了太傅，装病躲避了。是极，应该就是这样。唉，你叹息什么？我可怜太傅啊，又要帮皇上收拾烂摊子了。我操，这小子马屁功夫厉害呀！是啊，这大唐要是没有太傅，早就乱成一锅粥了。对，太傅是我大唐擎天白玉柱，这大唐谁都能缺，就是不能缺太傅大人。哎，老夫对皇上忠心耿耿，以后这种话不要再说了。太傅高风亮节，堪比文王。哎，老夫怎能与先贤相提并论？惭愧。大人，如果皇帝一直不出，该怎么办？3天，我就等他3天。3天以后，我看他还有什么借口。此次计划成功，多亏大舅哥相助，小弟敬你一杯。都是妹夫神机妙算，我只是出了点小力而已，不敢居功。你别谦虚，你的功劳我一定会如实禀报给爹爹。那就多谢妹夫了。此次白银共得160万两，我给你留10万两，剩下的我全部带走。哎，妹夫哪儿的话，我不需要钱。哎，你别嫌少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我也就不瞒你们了。这150万两，我打算招兵买马，扩充军力。一旦父亲起事，我便带着大军一路杀回京师。哦，太傅准备起事了？这个说不准，酒杯无患嘛。
不过这150万两不是个小数目，朝廷一路耳目众多，你们打算怎么运回去？军师，你怎么看？将军，此事简单啊，请军师赐教。将银子融化成银柱，掏空木材，将银子置于其中，再顺流而下，运输既快又不引人注目。军师妙计呀！高，实在是高。好，就按军师说的办。公子，奴家进来了。没想到带美女玩的这么花呀！哎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公子，我在这儿呢。哦，哎，在这儿呢。哎，你要不要看看我是谁？狗奴才！我以为你跟别人不一样，没想到你跟那些狗官一样，不是皇上，就只知道贪图享乐。不是皇上，奴才来这里是来办案的，不是贪图享乐。你还想骗我？亏我还那么担心你，还跟着你过来。皇上，误会啊！你想想啊，这个妓院什么三教九流都有。这个，我们这次出来呢，就必须找点事情干，不然会被人怀疑的。你真的不是过来贪图享乐和美色的？当然了，我都有皇上您了，还用得着他们？这吃喝玩乐的事儿你都做了，怎么没见你干正事儿？我在等人呢。等人？等什么人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来人！这位爷有什么吩咐啊？我对你们这很满意，这是赏你的。多谢爷。以前您还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跟小人说，千万不要客气。我想在这儿雇很多人帮忙干活，我该找谁啊？爷，您稍等，这让小的亲自给您带过来。你等的人呢？他不是去找了吗？爷，这位是本地负责安排长工们活计的衙人。好，你先去忙吧，有需要了我再叫你。谢谢爷。不知公子找在下有何贵干？找你自然是大买卖。什么大买卖？我有一批货要运，需要很多的人，不知道这活你接不接？能接当然能接，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要等几天。公子有所不知，长工们今早刚被将军府全部雇去加工木头了，我现在手上实在是没人，请您多担待。行，那我也不是很着急，等到时候有时间了，我再联系你。实在对不住，在下告辞。慢走。原来你还真的在干正事啊？你以为我骗你呢？不过这相见人要那么多人加工木材干嘛？他们肯定是想用木头夹带银子从水路运走。什么？女帝大人，我说你能不能不要来回踱步了，我头都要晕了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办法嘛，也不是没有。你有办法你不赶紧说？最近老是为了你担惊受怕的，一下子就忘了。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能忘呢？想要我想起来也不是不可能，只要什么？只要呢你再伺候我一次。还等什么呢，女帝大人？快来吧！江辰，你不要给我太过分了。哎呀，我好像想起来点什么了。要是女大人能给我捶捶背、按按肩，我可能什么都想起来了。等什么呢？快来吧！你要谋杀亲夫啊？哼，那也是你活该。你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女帝还不知道吗？你下次就不能温柔点吗？你怎么不说是你太迷人了呢？行了，赶紧说正事儿，这事儿该怎么解决？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在他们木头起航之前，把他们人赃并获。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兵马，要是临时调动，又会打草惊蛇。所以现在最难的就是在不惊动他们的条件下，找到可用的人马。不行，这事绝对不行！老子是绝对不会跟蒋太傅合作的。大哥三思啊！不行，这事绝对不行！老子是绝对不会和蒋太傅合作的。大哥，
三思啊！是啊，三思啊，大哥。当初老子要是知道收买我们的人是蒋天，老子宁愿饿死街头，也绝不接受他的脏钱。大哥，不要意气用事，咱们收了蒋家的钱，发展自己。等咱们做大了，想怎么样，还不是咱们自己说了算。是呀，大哥，二哥说的对呀。就算大哥跟蒋家有大仇，也犯不上把钱粮都拒了呀。你们懂个球！我爹当年是唐国的一名将军，不说战功赫赫，也是立过大功的。岂料竟被蒋峰那个老贼诬陷谋反，害得我们一家被满门抄斩。老子跟蒋天的仇不共戴天，就算饿死，也绝不会为蒋家为虎作伥。大哥，兄弟竟不知大哥还有这段往事。这事儿我本来不想提，咱们现在虽然落了草，但道义有道，这种祸国殃民的东西绝对不能挨。不错，大哥，照您这么说，蒋家的阴钱咱们拒了便拒了，只是咱们手底下的弟兄又该怎么办呢？唉，这事儿我岂能不知？但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的。好，我听大哥的，大哥说怎么干就怎么干。好，有迷言你是谁？暂时还不能告诉你。也罢，今日既落入你手，要杀要剐随便。谁说要杀你了？你爹被蒋峰陷害，难道你不想为他平冤昭雪？你说什么？妹夫，是太傅有何吩咐？父亲来信说，皇帝已经好几天没有上朝啊。他怀疑皇帝发现了什么，正在偷偷调查。太傅多虑了，这次的事儿我们办得神鬼莫测，我不相信有人能查出来。但还是不可大意。依你看，那怎么办？这样，探马放在枫陵渡外100里，一旦有兵力靠近，第一时间回来汇报。好，我现在立马去办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。何事？你带来的那3000山匪怎么处理？那些是父亲让我提前布局的。原来是太傅大人的手笔。不错，那些人放在京师附近，关键时候还能替父亲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原来如此。可现在就放任他们不管吗？先不用理会他们，等银子运走以后，我会带他们走的。行，那我让手底下的人先不管他们。对了，那批木头加工怎么样了？正在日夜赶工，再有2日便可完工。很好，让他们抓紧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另外，加工完之后，妹夫，你放心，这事儿我给你办得妥妥的。好，全运到里边。快！大舅哥，我这就告辞了。妹夫一路顺风。谁也不许走！哪里来的刁民，敢擅闯本大人的营地，给我围起来！等等，我好像在画像里见过你，江晨，江公公。将军居然认识我，真是稀奇。我父亲是蒋太傅，这下江公公不稀奇了吧？哟，原来是蒋天大将军。失敬。是我。不知江公公不在皇宫里伺候皇上，到这儿来做什么？不知道大将军不在西南军营坐镇，又来这里干什么？本将军到这儿来，自然是有公务。本公公到这里来也是有公务啊。你一个伺候人的太监也敢说有公务？我来这儿是帮皇上找回本该入库的银子。哦，那江公公是找到了？自然。在哪儿？就在此地。江公公莫不是失心疯了吧？这儿都是木头，哪儿来的银子？银子就在木头里。大将军不会觉得自己可以瞒天过海。好你个江晨，你是怎么追到这儿的？蒋天，你把银子换成外观相似的白锡，提前2天把会和红颜的酒撒在白锡上，在快抵达京城的时候，把白锡通过蜥蜴变成了灰玺，再入水毁尸灭迹。这一招瞒天过海，将160万两银子全部放在自己手上。那你又是怎么知道银子在木头里的？在你们大量招募工人加工木头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。江公公果然是机智无双啊，怪不得前段时间压了父亲一头。
多谢将军夸奖了。可你知道了又怎样？这是在风陵渡，全都是我的人，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，还能翻出什么浪花？还是说你觉得你活腻了，赶着去投胎？大将军，你还敢杀我呀？我这儿有数千人马，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你淹死。江天，你也太自负了！你觉得我会没有任何准备来这里吗？哼，整个风陵渡都被我封锁了，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，你指望谁来救你啊？那万一不是外面的人呢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又想让我们干什么？蒋天偷走了国库的银子，我需要你们帮我找回来。事成之后，我可以帮你平反冤案，恢复你爹生前一切官身。那我兄弟们呢？只要不是大恶不赦的，做官做民，我随你们选择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皇帝的金令，持此令牌可以调动唐国的任何一支大军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大哥，真的吗？大哥，当然，伪造这东西10族都不够杀的。我是皇上派来的，专门负责找回银子。一派胡言！你是钦差，手底下会没人，还用得着我们？风陵渡统领是蒋太傅的得意门生，偷走银子的是他的儿子蒋天。你们说，我要怎么把军队调进来干掉蒋天？啊，听起来很复杂。我明白了，大人不能打草惊蛇，要么自己要死在风陵渡，要么蒋天就要跑了。聪明，好，这票我们做了，只希望大人信守承诺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蒋天，作恶多端必自爆，你蒋家坏事做多了，运气也变差了。一帮跳梁小丑，就算反水流怎样？我们3兄弟自然是打不过大唐第1战将的，但是如果再加上我3000弟兄们呢？他们人手众多，是不是该暂避锋芒？擒贼先擒王，那个就是小皇帝。确定？错不了，我见过他。既是如此，那咱们什么也不多说了，等大军围过来，江琛必死无疑。现在没人救得了你了吧？你确定？下辈子别再落到本将军手里，否则我……太傅大人，都4天了，皇上今日不会还躲着吧？皇上这是心病，没解药的。对，难道还真能下罪己诏，让天下人说自己是昏君吗？大胆！身为臣子，竟敢非议君上，简直大逆不道！哟，孙大人，我以为孙大人早就引咎辞职了呢。就是，皇上不来，不就是为了保你孙大人吗？君忧臣辱，我要是让皇上这么难受，我早就自杀谢罪了。孙大人脸皮跟咱们可不一样啊！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，谢皇上。皇上，河神收银一案已经过去好几天了，还请皇上给天下百姓一个交代。哦，你要朕给一个什么交代啊？下罪己诏，问罪户部尚书，恢复盐价。请皇上下罪己诏，问罪户部尚书，恢复盐价。小姜子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这世上本就没有鬼神，我看来一定是有人自己偷了银子，嫁祸皇上，其心可诛啊！哦，那这拿银子的是谁呀？谁让皇上下罪己诏，谁就是偷走银子。江晨，几日不见，还活着呢？哟，让您失望了，我不仅没死，我还活蹦乱跳的。下次就不一定了。那您大可以试。我不跟你在这斗嘴。河神收银案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你休想往老夫身上泼脏水。河神一事，我想太傅心里应该最清楚。你不要血口问人。我给你带个证人啊！来人，把风陵渡武威将军传上来。贾太傅，你可认识他是谁啊？老夫门徒遍天下，我就认识又如何？那夏将军，你自己说说吧。臣知罪，臣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请皇上饶了臣的9族吧。说出幕后指使和作案手段，朕
只杀你一人。说吧，我保证不会有人敢动你的家人。罪臣趁官船停到丰宁渡补给之时，用白皙替换白银，又利用蜥蜴制造白银落水不翼而飞，河神现世收银的假象，这一切都是被人指使做的呀！请皇上恕罪。究竟是何人指使？快说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这是蒋大夫指使我做的。没有证据，竟敢在朝堂上胡搅蛮陈，陷害老夫，你简直就是活腻了！你是想杀人灭口吧？这匹夫在朝堂上诬陷老夫，不该死吗？皇上明鉴，老夫与此事断无关系，都是他和江辰两个陷害老夫。蒋太傅，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太监，我哪有这能耐？说我抢走了银两，证据呢？抢走了银子呢？银子在哪儿？父亲大人亲启，孩儿已带走160万两白银，并将所有证据以及与舅兄来往书信一并销毁，绝无留下任何痕迹。令叛军一事也已妥善安排，请父亲安心主持京城事宜。孩儿回西南后，定会秣马厉兵，静待父亲驾音。银子一定还在丰宁渡当中，我一定会找出来的。哼，那你可得赶紧找。如果到时候找不到证据，我就告你诽谤之罪。哼！哼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老爷，这是怎么了？该死的江辰又出来坏我好事。江辰，他不是被太后软禁了吗？夫人，你马上派人进宫，问一下太后，江辰为什么又出来了？好，我这就去办。老爷，宫里来人了，将他带进来。你是何人？奴婢是太后宫里的人。可有凭证？好，太后要你来干什么？太后是不是要给我一个交代？江辰怎么又跑出来了？求求太傅救救太后吧！太后怎么了？太后被皇帝和江辰联手软禁了。啊？什么？皇帝还计划着让江辰7日之后包围太傅府，捉拿太傅。奴婢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给太傅报信。好你个江辰，可恶的小皇帝，简直狗胆包天！既然这样，就别怪老夫鱼死网破。好了，你先回去，我会救太后的。哼！夫人，你把这封信送出去。夫君，拿这个当诱饵会不会太危险了？夫人勿忧，我怎么会留在府中呢？留一部分人在府里迷惑江辰。老夫要去城外跟天儿会合，然后亲自带人杀进城内，将江辰和小皇帝挫骨扬灰。江天无耳，皇帝已图穷匕现，儿可先让京城附近叛军暴动，调经营大军出京平叛。吾儿立即带兵北上，于7日后，江辰包围太傅府时，破城入宫，擒杀皇帝。江辰，你不是人，你是魔鬼！你现在模仿他的笔记，给我们亲爱的太傅回一封信。是，江大人。我说你急啊。是。父亲放心，孩儿必定在7日之后抵达京师，杀进皇宫，迎父亲登基。将军，你觉得他模仿的像不像？江辰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我一定要杀了你！将军，你说太傅起事之后，要是发现没有人来，会不会气自杀呀？啊？我给太傅布置的这个死局，将军觉得怎么样？卑鄙小人！你这个卑鄙小人！我觉得我还配不上卑鄙，你们父子2人才更配得上他。江辰，你有本事杀了我呀！来杀我呀！你的人头我自有用处。我百夷族终于逃脱了蒋家的魔爪。贱婢，你当年只是蒋家的一个武姬，要是没有我蒋家，你能当上太后？
蒋家是你一天的主人，你就一辈子是蒋家的奴隶。当年你蒋家拿全族的性命威胁我，现在呢，自己是阶下囚，你还敢威胁我？哼，你以为靠他就能扳倒我蒋家？你未免也太天真了吧！行不行？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？贱婢，你在蒋家任人玩弄的事，一旦公之于众，你还有脸面对天下所有人吗？就凭太后帮我干掉太傅，他就有功于唐国。那又怎样？没了我蒋家的太医神清丹，你的太后她必死无疑。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，我早就有办法了，就不劳您操心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种病只有我蒋家的太医神清丹能治，就凭你痴心妄想！真是无可救药。太后，我们走吧。太后这是做什么？我代表百夷族全族谢谢你，江辰。太后当年说的话还算不算数呢？什么？您当年是绝世舞姬，能不能为我跳一支舞啊？就这？不然你以为呢？我没有。启禀皇上，京城附近出现一股叛军，势如破竹，已连破数个县城，请皇上定夺。叛军？哪儿来的叛军？微臣不知。太傅，京城附近出现叛军，你怎么看？禀皇上，当然是尽快平叛，以免百姓遭受屠戮。有道理。兵部尚书何在？臣在。天子脚下出现叛军，你这个兵部主官怎么当的？臣知罪。朕命你戴罪立功，尽快统领金营兵马，剿灭叛军。臣遵旨。哼，叛军作乱，看来天儿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好，那老夫也该准备准备了。太傅，京城附近出现叛军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是啊，太傅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不要慌，一切都在本太傅的掌握之中。还请太傅大人明示。也罢，二位都是我的心腹，我就老实告诉你们，那些叛军都是老夫安排的。太傅，这你们可能不知道，这几日小皇帝就要对我下手了。什么？皇上有这胆量吗？就是，他即便有这胆量，他有这实力对付太傅吗？哼，你们千万不要小看小皇帝，他是个不简单的人，况且他身边还有江辰这个祸害。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老夫在城外安排叛军，就是为了吸引小皇帝的注意，也好让我儿带领军队回京。只要我儿军队入京，小皇帝将再无出头之日。太傅英明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啊？这是干什么？这是干什么？你们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哎呀，你们这是害老夫！老夫只是清君侧镇朝纲，为了大唐江山社稷而已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太傅老臣谋国，这么多年为大唐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当今天子庸弱不堪，太傅才是新皇的最佳人选呀！臣等恭迎太傅登基。哥哥你来了，我都好久没有见到你了。这不是我最近比较忙吗？忙着跟你的女帝谈情说爱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也是女人啊，她就算瞒得再好，能瞒得过我吗？更何况以哥哥的才华，我才不信哥哥会喜欢男人呢。就算是天子也不配。哟，还是我们家花花妹妹会抬举我。
嘿，但是这件事儿你可不能说出去啊。放心吧，唐国天子是男是女，我可不关心。就是哥哥你要是再不来看我的话，我可就要去问问你，是不是忘记本公主了？怎么会呢？你可是我的公主殿下呀！油嘴滑舌。说吧，这次来找本公主是有什么事？你得离开京城。什么意思？你不要我了？怎么可能？那我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京城？明天蒋太傅会发动叛乱，你得离开京城，出去避避。可是我怀孕了。不是，你到底听没听我说话呀？什么？我说我怀孕了，你要当父亲了。真的？哎，你别毛手毛脚的，小心伤了孩子。对，那你更应该离开京城了。我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京城？我可以帮你砍敌人啊。你带着孩子先离开京城，等过段时间战乱平息了，我再接你们回来。那好吧，我和宝宝等着你来接哦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你保重好身体。哥哥，你又想骗我，这次我一定要与你同生共死。师兄，一切都按照你的吩咐准备好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师兄，现在我感觉好幸福啊！要是师傅还在就好了。我到底要不要告诉师妹，师傅就是他的父亲呢？师兄怎么了？没事，师兄在想明天战场的事，你先去准备吧。好，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师兄。我还是不告诉他吧，无知也是种幸福。小江子，你说我们明天能赢吗？放心吧，这么精心的连环套，那老子赢不了。你不知道，蒋太傅还有一支最精锐的部队驻扎在城外。什么最精锐的部队？实力怎么样？蒋家第一垄断的就是景延，第二就是金铁。蒋太傅把天下最好的铠甲都装备给这支部队了，这算是天下最好的重甲步兵了。那没事了，区重甲步兵，你老公我谈指挥飞烟灭，还是要慎重一点吧。这可是重甲步兵，我就想不到天下有什么样的兵器可以用来对付他们。跟我走，我带你看样东西。这就是你跟我说的好东西？不然呢？这到底什么东西啊？这可是个好家伙，能不能打败重甲步兵就看他了。就这破管子可以打败太傅的重甲步兵？这是我用最好的钢打造的铁甲，好像看着确实比太傅的那个更厚。你往后走点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也太厉害了吧！此物名为火枪，只要火枪一出，铁甲的时代可就过去了。那有了这火枪，太傅不就必败无疑了？那是自然。等打败了太傅，我就多做一些火枪，到时候带您一起统一天下。江辰，你真是我的真命天子，有你在，我哪怕不做皇帝都可以。你不做皇帝做什么？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那今晚都听你的。哼，江辰小儿胆小鼠辈，以为躲进皇宫就安全了吗？来呀，给我搜！报！太傅，城墙上突然冒出好多火枪手，弟兄们个个都伤亡惨重，这该怎么办呢？什么武器能对付得了我蒋家的铠甲？再去看看天儿回来没有？是。太傅不必再等了，你的援军不会来了。哼，江辰，
你不躲在皇宫里面，你出来不怕死吗？我来是为了给太傅送一份大礼。什么礼？太傅看着便是。来人，带上来。啊，怎么样？太傅看到这份大礼可还满意呀？哟，都开心的说不出话来了。你竟敢绑了我的天儿！很意外吗？如此说来，风铃渡那批银子你也找到了？那当然，今天打你们的火枪就是用那批银子造的。怎么样，还可以吧？那些书信，看在你快死的份上，我就告诉你，那书信也是我伪造的。我可是花了1个大洋的价钱，找了一个书生写的。哎呀，那这钱花的可真值啊，连你都没看出来呢。为了对付老夫，还真是耗费心机啊！像对付你这种人，如果我不谨慎点，我怕我会死得很难看。蒋太傅，我本以为你只是跋扈了点，没想到你竟然敢谋反！哼，大唐要是没有老夫，早就分崩离析了。本来这天下就应该是老夫的，真是无药可救。你要是现在投降，看在你之前教过朕的份上，朕还可以给你留个全尸。皇上，你以为这样就吃定我了吗？哼，不然呢？你现在打不过朕的枪手，又没有援军，朕实在想不到你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扭转局面。江辰，你不是送了老夫一个礼物吗？那么老夫也给你个回礼。来呀，带上来！你有毛病啊！你绑架女人干什么？江辰，我实话告诉你，这百计划可不是我绑他来的，是他自己来的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让你去城外等着我去接你，你回来干什么？我就算死，也要和你死在一起。喂呀，哈哈哈哈！真是好感人的情节啊！皇上，你有所不知，你身边这个太监是个假太监，他和百计划早就有染了，而且他还怀了他的孩子。什么？朕早就知道了，就不劳太傅操心了。他是朕安排在朕身边保护朕的。原来皇上是如此深谋远虑啊！那就多谢太傅夸奖了。江辰，要不咱们做个交易吧？什么交易？你放了我的儿子，我放了你一个女人和你的儿子，你看这2换1，你还赚了。哼，容我考虑一下。那你可快点，我的手下可有点不耐烦呐。小心！啊！她果然是个女人，果然是个假男人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自古以来就没有女人当皇帝的先例，我的造反顺应天意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天意？何为天意？让国家强盛，人民富足，能做到这2点的，就是好皇帝。敢问唐国，有谁做的比他更好？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老夫才是皇帝啊！老夫才能当皇帝啊！孤家寡人，你还想做皇帝？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。江枫，不配！我不服！我不服！父亲，我不服！不服！老婆，累不累？要不要给你掐掐肩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无所事事啊？老婆大人辛苦了。今天江辰是本公主的，凭什么？她是我的。行了，你们一个公主，一个太后，争来争去的成何体统？师兄今天是我的，都别争了。江辰今天是我的。凭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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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我的宝宝最乖。给我站住！跑，还跑什么？哎，前面死胡同了！我操！前
诺没说小偷还持枪啊！子抢女人，狄龙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奸杀赵小姐！给我拿下！我竟然穿越了，这张禽兽为了抢我未婚妻，栽赃我奸杀赵小姐，现在是要阉了我，碎尸灭口啊！我倒是要看看，你这戴罪阉人怎么和我争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凭什么娶上官婉？等你入了宫，我就替你尝尝这长安第一美人的滋味。做梦！赵家人知道是不会放过你的。知道又怎样？你这个废物，难道还想翻案不成？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就是得罪本官的下场。小子，该到你了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刀下留根！吾乃狄仁杰，今日谁敢动我大哥分毫？狄仁杰，我弟是狄仁杰。狄仁杰，你竟敢扰乱行刑！我哥是被冤枉的，他没杀人。冤枉？你还敢和我这堂堂大理寺少卿之子动手不成？赶紧把刀放下，否则我让你跟你哥一样进宫做太监。你，只要能让我重返命案现场，我定能查明真凶。你这个废物还想查案？呸！别动我哥！我动了，你又能把我怎么着啊？这大理寺上下，谁人不知你这废物大哥的风采？吃喝嫖赌样样精通，一夜豪赌输光祖宅，这回回查案，回回见血就尿裤子。把人带上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婉儿，狗东西，你把婉儿抓来做什么？做什么？那当然是让他亲眼看着你被阉。放开我！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你这太监当定了。天王老子到！都闹什么呢？耽误了进宫的时辰，你们10个脑袋也担待不起。愣着干嘛？快动手！狄龙啊，辣椒油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今晚我让你爽翻天！张禽兽，你找死！哎呀！狄龙，你竟然敢殴打上官！我打你又怎么了？放肆！阉狗！你说什么？还敢再说一遍？我说你是阉狗！阉狗！阉狗！狄龙，高公公是女帝眼前红人，你竟然敢如此不敬！按大武律，杀人者须过堂，由大理寺验明正身，方可定罪问刑。本案1无仵作验尸，2无勘察探案，3无过堂问案。女帝红人草菅人命，藐视国法。你不是阉狗，是什么？那你想要如何？我要查案。若查不出，任凭处置。好，你跟他一块儿去。若查不出来，罪加一等。别人宫刑用1刀，咱家赏你10刀，让你慢慢疼死。真是个破庙。
鬼，只不过是人死后肌肉松弛导致的死者狰狞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我就是脚滑摔倒而已，我才没怕。如此多的血迹，这里定是凶案现场。大哥，你怎么看？你这大哥怕早就尿裤子了吧？那恐怕要让你失望。喂，这都过了1个时辰了，天都快黑了，你就整这么一出啊？你懂个屁！这叫仪式感。只要是他杀，无论凶手隐藏的有多好，都会留下证据。装模作样，见血不晕又如何？今天我会让死者开口指认凶手。要想查明真凶，就得回溯命案现场。昨日我收到大理寺的衙牌，让我前往此庙追凶。谁在那儿？我已经看到你了。死人！死人！狄龙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竟然敢奸杀赵小姐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！有什么可查的？你就是凶手！还有不到2个时辰，等死吧！你胡说！狄龙哥哥连鸡都不敢杀，怎么敢杀人？他是个傻子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有点意思。大哥，你怎么看？这滩血迹一部分发黑，有一部分甚至还没有凝固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猪鼻子插葱，装的还挺像。哼，大哥，你的意思是？也就是说，这个破庙里有2个死者。这个破庙里有2个死者，这分明只有1具尸体，哪来的2个死者？我看，你分明就是在这儿演戏。带走。是。慢着，时辰未到，谁敢阻我大哥办案，找死！好，行。张禽兽，你号称大理寺第1神探，不会连这黑血是什么都不知道吧？简单，血迹过3日。我记得赵家二公子赵出生之前来报过案，说是自己有个妹妹被掳走了。到狄龙哥哥被抓，案发也不足12个时辰呢。也就是说，3日之前赵小姐已经死了，与我大哥无关。放屁！赵小姐分明就是狄龙所杀，只不过未超过12个时辰，血未干，凶手就是你。答案就在这儿。什么？死者身高目测7尺，脸部黑色素沉淀，下颌骨有团状块尸斑。你竟然懂验尸？我见过的命案没有1000也有800多，经历过的惨案不计其数。验尸而已，是个人都会。死者眼球结膜苍白，虹膜组织坏死，口腔无异物。狄龙哥哥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？大哥，你的验尸手法和判词简直是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呀！但是又恰到好处，真是厉害。哎，狄龙，你要干嘛？你不光杀人，还想奸尸不成？那是你，不要用你龌龊的想法来质疑我的专业。赵家人马上就到，你洗脱不了你的嫌疑，你就等着活活被打死吧。死者左侧胸部有弹性，脸部以下无尸斑、无尸僵。尸体无尸斑、无尸僵，说明死亡时间未超过12个时辰。死者的手部组织有纤维，手掌有节茧。任杰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死者生前长期劳作，赵小姐是千金小姐，十指不沾阳春水，怎么可能长期劳作呢？分明就是被你污了清白，没脸见人，上吊而死。这脖子上的勒痕，
就是证据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大哥早已经说过，在来之前，赵小姐已上吊而死，这事儿跟我们大哥没半点关系。不，这是凶手给你们设下的一个圈套。什么？这人在上吊的时候，受自身重力的反作用，全身的重力会集中在白磷之上，导致窒息、大脑机械性死亡。狄龙，你这是在蓄意毁证！这算什么证据？这是凶手引导我们往错误的方向探案所留下的伪证。那凶手这么做又有何意义？他是在隐藏一个天大的秘密，就是小姐的头、丫鬟的身体。人上吊而死，与白磷有接触的颈部会留下淤青，那他后脖颈处的淤青又是从何而来？这分明就是你先勒死了赵小姐，然后悬于房梁之上，做出了上吊的假象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洗脱你的嫌疑。幸亏我探案如神，一眼就看出你的把戏。哼，你呀，可真是个傻呀！傻是什么？张禽兽，我夸你料事如神呐，只不过却没看出这个淤青是有人做的手脚。任杰，剪刀，这个淤青只是凶手想掩盖一个更大的秘密。这个不是和衣服的线。没错，凶手用针线将两个不同的尸体缝合在了一起。也就是说，凶手将赵小姐的头与另一个尸体拼接在了一起。这是一起连环杀人分尸缝合案。死者刚刚告诉我，凶手就是畜生，就是你杀了我妹妹。来人，少爷有何吩咐？将这个杀人凶手给我乱棍打死！将这个杀人凶手给我乱棍打死！是。住手！狄龙哥哥不是凶手，你们不许打他！哪里来的小贱人，敢挡本少的路？找打！怎么，做贼心虚了，想杀人灭口啊？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不清楚。听不懂最好，那就接着往下查。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搞清楚，这个死者的死因究竟是为何？任杰，扒开赵小姐的后脑勺。有伤口。死者后脑勺塌陷，颅骨破碎，足以致命。真正的死因应该是这样子。凶手尾随赵小姐进入此地，趁其不备，钝器击打，使其命丧当场。1日半后，丫鬟到此地寻赵小姐。小姐，在哪儿呢？凶手将两具尸体从脖颈处切开，再缝合，就制造了死者死亡时间不过1日的假象。说八道，妹妹明明就是被你逼死的。凶手另有其人。这一切都是你的猜测，证据呢？我不信，除非你能找到我妹妹的尸身。你妹妹的尸身就在这破庙里面，我敢断定，尸体就在这儿。我敢断定，尸体就在这儿。这破庙一目了然，哪有地方可以藏尸啊？你绝对是凶手。那赵公子觉得该如何处置此人啊？我要将他的肉一刀一刀活生生割下来，扒皮抽筋。我让他施加在我妹妹身上的痛，一辈奉还。我相信我大哥不会是凶手。狄龙哥哥一定会查出幕后真凶的。行了，本公子可没有时间在这儿跟你瞎耗。你现在请让，我能让你死不痛快。等我爹来啊，那可是要把你拆骨
扒皮，碎尸万段。未曾过堂问案，你们怎么敢杀人？赵将军攻城拔寨，屡战屡胜，屡立战功。他的儿子为了给亲妹报仇，弄死一个畜生，女帝不会怪罪的。动手！是。狄龙哥哥，你快跑吧！大哥，你先走，我来保护你。好。废物果然是废物，只会抛下自己的兄弟和女人，自己先跑。谁说我要跑？你们不是想知道尸体藏在哪儿吗？那我就告诉你们。狄龙，你疯了吗？你要对神像做什么？当然是砸了他。疯子！你竟敢砸神像，就不怕引来神明之怒？就是因为你们不敢，我才要砸了他。倘若里面被人藏了东西，恐怕这辈子都不会被人发现吧。停！这是小赵啊，你不会连你自己妹妹的手都不认识了吧？这不是我妹妹的手，你胡说八道！听说杀害吾儿的凶手找到了。父亲，就是这个贼人，死不认赃，我正准备杀了他，为我妹妹报仇。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，这个你得认。来人，把这个杀害我宝贝闺女的凶手剁成108块，喂狗。是。等等。父亲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我又不是凶手。因为你这混球，该打！你是瞎了你的狗眼吗？这是西域进贡的苏丹红扣丹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整个大武只有1盒，且在武帝的手上。因为我屡立战功，武帝下令将此物赏给了本将军，本将军又把它给了我的宝贝女儿。那这断手的确是我宝贝闺女的。狄龙哥哥，你居然真的找到了！将军，佛像内发现了小姐贴身丫鬟的头颅，果真有2具尸体，一个是小姐，一个是丫鬟。那赵公子和赵将军现在还要弄死我，把我千刀万剐吗？啊，不，是老朽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狄大神探速帮我找出杀害我女儿的真凶。别着急，真相就在这儿。为何？因为凶手就在你们这群人当中。你放屁！我看你是想脱罪，想疯了。我本来就没有罪，为何要脱罪？在场，我是大理寺的人，这是赵小姐的家人，再无不相关人员。你说，在我们之中，这不是想脱罪是什么？聒噪！你怎么这么烦呢？我自然不会空口白牙的胡说，我有切实的证据，10步之内必出真凶。我看你就是装腔作势，企图脱罪。你就是杀害我妹妹的凶手。什么10步探凶，全是噱头。今天你不给我拿出证据，我就弄死你。那作案凶器算不算证据？本大人看了，这庙内没有作案凶器。那是因为你蠢。你凶器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此庙年久失修，且无人上供，为何这香炉一尘不染？香炉是空的。大哥，在这血迹当中有大量的香灰，那只能说明这香炉就是凶器。什么？香炉？笑话！我听说过用刀杀人的，用匕首杀人的，我第一次听说用香炉杀人的。你见过，因为你就是凶手。
杀人凶手就是赵出生。你放屁！文玉是我妹妹，我怎么会杀她？狄龙，你果然开始胡言乱语。为了脱罪，你竟然诬陷！你现在就跟我回大理寺领罪！你先杀文玉，后栽赃陷害于我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？狄龙哥哥这么说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更何况你怎可轻易上任？任杰，在香炉。本应出现在香炉里的香灰，却出现在了地上，且被血迹所覆盖，这是为何？这就说明曾经有人使用过这个香炉，并将烟灰撒到地上掩盖行踪，再用这个香炉行凶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，大哥？但他却忽略了这个香炉上还有他没有处理掉的血迹。这个香炉就是杀人凶器。哼！这个死者的后脑勺所出现的伤口，一定是钝器所为，且伤口的形状与这个努尔一模一样。而且，这个香炉的边上还有4个不同的手印，只能说明这个凶手在行凶的时候力气非常大。这个凶手一定是个高手。狄龙，谁不知道赵公子从小体弱多病，连壶水都提不动，怎会有武功在身？这么说，我儿就不是凶手？那凶手又是谁？当然是他。你别胡说。若凶手是狄龙哥哥，那方才找到的线索又算什么？是他，为了脱罪提前伪造的证据。来人，还愣着干嘛？把这个杀人凶手给我乱棍打死，为我妹妹偿命！别急啊，我说了，10步之内必出真凶。大哥，线索都断了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编不下去了，准备写认罪书，认罪。谁说线索断了？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，指纹追凶。指纹追凶？如果你不是凶手，那你敢不敢把你的指印印在纸上，与这个顶上的指纹比对一下？敢还是不敢？不敢，你就是凶手。我相信我儿肯定不会是凶手。爹，您不相信我吗？燕吧，指纹是每个人的指尖纹路，且这个世上没有2个一模一样的指纹。这2个指纹一模一样，这怎么可能？赵出生，你就是凶手！畜生，你为什么要杀你妹妹？小何，一定小何，一定是下的人诬陷我，一定是这样。没错，狄龙此人平时游手好闲，人品极坏，为了脱罪，他什么都干得出来。你不是说杀人凶手是一个武功高手吗？我可以证明，赵公子从未习武。你就是凶手！凶手！时辰已到，你没有在时辰之内找到真正的凶手，现在我就替高公公阉了你，送你进宫当太监。不要！不要！你今晚乖乖跟我回到我的府中，我让你说1晚上的服药。赵出生，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冥顽不顾，那我真的帮不了你了。烦请赵小姐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。哼！赵出生，还我命来！这！还我命来！我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，一定是你们装神弄鬼！你果然会功夫，赵出生，你就是凶手！到现在你还不叩首认罪，更待何时？说，为什么要杀害文玉？我，说不说？
我说，那天我和崔娘苟且，被文玉发现了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我就杀了文玉。爹，你就饶了我吧，你饶了我吧，爹。你这个畜生，敢和老朽的妾室苟且便罢了，还敢因此杀了文玉，你该死！张牙佐，真凶我已经帮你查出来了，麻烦你把人犯带到大理寺，还我一个清白。那是当然。既然没什么事了，婉儿、任杰在，我们走。哎呦，饿死我了！等等，狄龙，这次算你走运，躲过了这一劫。下次你绝对躲不过。好啊，我等你。这太监你当定了，你的女人老子也睡定了。废物！就这么让那个对本公公不敬的人洗脱了嫌疑，我要你何用？高公公说的对，我就是个废物，废物。哼！10日之内，你若再不能将狄龙弄进宫当太监，那他空缺那个位置，就由你来顶。是吗？这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为父杀了狄龙之父狄正阳，只要狄龙兄弟俩不死，迟早有一日，他们会找我们报杀父之仇的。所以必须将他们斩草除根，以绝后患。若做不到，为父会亲自阉了你，亲自送你进宫当太监。啊！干杯！干杯！恭喜大哥屡破奇案，大理寺正那边已经下发了最新的公文，犯人秋后问斩。大哥你官复原职，咱们两兄弟又能一起追查杀父之仇的事了。狄大神探，老朽也必须敬你一杯。若不是你办案如神，赵出生那个畜生也不会认罪服诛。来。哎，大哥，我有一事始终不明，为何赵小姐能开口喊冤？莫非这世上真的有鬼神？哼，这还不简单，因为我会赋予，那些厉鬼索命都是假的。是他做贼心虚，露出了马脚。我这……狄龙哥哥，你还会赋予呢？这还不是小意思，我还会……哪儿来的杂碎啊！竟敢跟本公子抢天下第1号花厅！这是谁啊？不知道。当朝左相之子武昌吉。来人，把这几条狗打断狗腿扔出去！哼！慢着！武公子，你带人强闯老朽的酒宴，可曾把老朽放在眼里啊？你个老不死的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过是区区从5品，而本公子乃太子詹事，官居正4品。按照规矩，下官遇到上官得跪下说话，你为何不跪啊？难不成你想造反？属下拜见大人。哼！哎呀，这就是长安第1美人上官婉儿吧？果然名不虚传呐！放开我的未婚妻！别说本公子没给你们机会，除了上官婉儿，其余闲杂人等通通给我滚，否则死无葬身之地。大哥，这样的人咱们惹不起啊！敢碰我的女人，我管他是谁！
我打的就是他，流血了。狄龙，你这个废物，谁给你的狗胆，胆敢打五公子？表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当然是来帮你退婚的。什么？退婚？表姐，婚约已定，怎可随意修改？况且我心悦狄龙哥哥已久，绝不退婚。婉儿，我这是为了你好。武昌吉大人看上了你，表姐就替你答应下来。那10万两黄金聘礼，表姐也替你收下了。五公子果然阔气啊，这一出手就是10万两黄金。哪像面前这位啊，输光了所有的家产不说，兄弟俩居然还有脸住在上官家吃干饭。你不过是上官家养的一条走狗罢了。哼，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让你这个废物跟我表妹退婚，应该没有意见吧？那个废物敢有什么意见呀？武大人是谁？女帝之职，皇亲国戚，这个位置是你这种人能坐的吗？滚开！武大人上座。哎，低调低调。虽然本公子身居高位，但是平易近人嘛。公子，你谦虚了。您可是长安4大才子之首，才华冠绝古今，而你不过是大理寺一个区区从9品4役，就凭你也想娶我表妹？想让我退婚，绝不可能！废物，你敢！废物，你敢！他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娶我的婉儿？这人竟敢大放厥词！这人怕不是得了疯病的疯子吧？不然怎能说出如此疯话？喂，你们2个在狗叫什么？你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说本公子不配，那不妨咱们比试一下，如何？行啊，比什么？今日中秋佳节，要么就比吟诗作赋。好，这个主意不错。据说今夜在紫楼吟诗作赋最好的才子，还能成为长安第一花魁红叶的入幕之宾。你若输了，乖乖退婚，并且跪下给我磕3个头。那我要是赢了，又当如何？你若赢了，我给你跪下磕3个响头，并且叫你爹，而且把衣服脱光，围着长安城跑上3圈。不要！坊间传闻，这武大人诗才盖绝当世，无人能比，你赢不了的。就凭你，连字都不识的一个废物，还懂作诗？哼！就凭他这从未输过，我还非得赢他一场。成，那本公子先来。叽叽叽，曲项向天歌。此诗第一句就惊为天人了。鸡毛浮绿水。好，此诗必能成传世之作。鸡爪拨清波。五公子真不愧是长安第一才子，我等自愧不如啊！低调低调。你们这2只狗眼睛是瞎了？就这垃圾玩意儿叫做诗？你什么意思你？文杰在，把酒拿过来。大哥，酒在。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诗。今日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诗。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这个废物居然会作诗！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这是好诗啊！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此诗大气磅礴，犹如黄河之水，势不可挡。就连我父亲
当朝左丞相也未必做得出来呀。就凭你这个目不识丁的废物，怎么会做出如此好事啊？他抄的，他绝对是抄的。我相信狄龙哥哥他是不会抄的。没错，我就是抄的。没错，我就是抄的。什么？我就说，废物就是废物，永远画不了真龙。你还是趁早离开狄龙，跟着五公子吃香的喝辣的。既然你承认是你抄的，来人，在，打断他的狗腿扔出去。是。别急啊，我还有一首抄的诗。睁大你的狗眼，给老子听好了。醉里挑灯看剑。废物，你干嘛？800里分麾下炙，50弦翻塞外声。这是边塞诗。此边塞诗一出，300年内无人再敢写边塞了。待到秋来7月8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这是写花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此事竟隐隐有股王霸之气。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狄龙哥哥，请痛饮此杯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不是吧？还来呀？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落霞与乘风归去，秋水共琼楼玉宇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？万古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凭彩凤化飞侯氏，一将功成万古枯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？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古来圣贤多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此为古今第一劝酒诗。此人风姿，简直用2个字来形容啊！诗仙。对，此人真乃诗仙是也啊！我从小就知道我哥生而不同，有诗仙之姿。刚才我抄了几首诗了？你刚才整整抄了300首诗。来，这位长安4大才子之首，你也来抄一首。只要不逊色于我，就算我输。你这是抄的不作数，你还是输。你抄袭的不算数，你还是输了你。随口就吟诵的千古绝句，此等诗仙一般的人，何必去抄啊？说不定他是抄书的呢。哼，如此字字珠玑，若是抄的，我等怎会不知啊？吴大人，我赢了，你该跪下叫爹了。狄龙哥哥，你真厉害。那是，你可别忘了要脱上衣服在长安城跑上足足3圈。如果我真的这么做了，肯定会丢了我相府的颜面。吴大人，难道你是想食言不成？君子应当重诺，我等怎能出尔反尔？放屁！今日若是我照办，让他活着出去，这些千古绝句一旦流传出去，我们必将遗臭万年。我怎么没想到？赌约？什么赌约？分明就是5公子赢了吗？今天一定要打断他的腿，活活打死他，这才能保住秘密。上！对，上！狄龙哥哥，我们快跑！不用跑，因为他们还不配动我。你今天若是敢动了我，明天我就让你们左相府鸡犬不宁。左相罢家，你们所有人都得流放街头。就凭你也配动左相府？还想让左相罢官，全家流放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对，
今天你们谁也别想活着走出去，男的全部杀了，女的留到我的厢房里。我玩过之后，你们再玩。什么？五公子，我们也有份儿啊！那是自然。给我好好照顾上官婉儿姑娘，照死了照顾，这样咱们的秘密才不会外露。动手！你们以为只要杀了我就能守住秘密了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今日长安城中秋诗会所做的所有诗句都会有专人抄录，快马张贴至武帝宫的墙上。方才那300首千古绝句一经张贴，必将名动长安了。你敢冒犯诗仙之名，那你就杀了我，我可以陪你一起死。来，你要是不杀我，你就是我孙子。你当真以为我不敢吗？来，公子不好了！数万长安士绅齐聚花满楼，跪求面见诗仙狄龙。公子且慢，此人不能杀呀！你为何阻我？区一个贱民，我有何不敢杀？若此时杀了他，楼下数万学子冲上来，你们觉得他们现在上来，会不会把你们撕碎了喂狗？好你个狄龙啊！你给我等着！得罪了我，就算是玉皇大帝也救不了你。我说的。武大人，那今天的赌约，下跪？放屁！有本事你扳倒我的靠山，否则想让我跟你这个狗下跪，做梦！我们走。按规矩，今夜狄龙公子为花满楼诗赋魁首，我家主人长安第一花魁红叶将与公子共度良宵，请随我来。什么？花魁？哎，轻点，狄龙哥哥，疼！你若是今天敢留宿在花魁房中，你就等着吧。哎呀，慢点儿，请随我来。姑娘，客人到，死人了！人杰，在，快点把人救下来。得嘞。大哥，死者身体如冰，没了气息，应该是死了。凶手究竟是谁？那还用问？红叶姑娘约的是你，你一来这人就死了，你当然就是凶手啊！那按照你这个逻辑，你老母亲今天早上跟我打了个招呼，也挺巧。那你是不是得管我叫爹呀？你，任杰，哎，把我的工具箱拿过来。得嘞，叫哥哥。哼，幸亏我提前准备好了猪肠手套，否则显得我多不专业。死者身高6尺1，皮肤组织完整。胸前无伤痕，也没有扭打痕迹。那这花魁是自缢死的吗？大哥，你怎么看？错，是他杀。啊？这大家都看见红叶姑娘是悬梁自尽，何来他杀？眼前的这个白绫就是证据。这个白绫离地得有8尺，死者的身高才6尺。如果不是他杀，死者怎么够得着？那他的死因是？变黑了。死者中了3氧化2砷。砷什么砷？你个土老帽，就是砒霜。他另外的名字叫鹤顶红，见血封喉。那既然是他杀，凶手是谁呀？是啊，那真凶究竟有什么动机啊？又是谁啊？这哪来的发簪？哎，这是我的。这发簪上有鹤顶红的味道，上面涂了鹤顶红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莫非这凶手是婉儿姑娘？不是我。
我和红叶姑娘无冤无仇的，我怎么会啊？那你如何解释你的发簪会出现在红叶姑娘的房间之中呢？我，凶手一定是你。你看你的狄龙成为了红叶姑娘的入幕之宾，便心生嫉妒，于是下毒杀死了红叶姑娘。不是我杀的人，我根本就没来过红叶姑娘的房间。别怕，有我在。你再有个屁用啊！婉儿姑娘可是杀人凶手，按大武律，杀人者偿命。表妹，现在能救你的就只有五公子。只要我肯出面求我姑姑当今的武帝殿下，他一道诏命，便可赦免了你。你这个贱民有这个能耐吗？就凭你也想跟五公子抢女人？所以婉儿姑娘的意思是，飞狄龙哥哥，我不嫁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来人，把这个杀人凶手给我拿下。今夜我必使出我的招牌大棒，让你招供。武昌吉，你找死！我哎呦！狄龙，你这条疯狗！你先前打了五公子，五公子宽宏大量，没有跟你计较，现在你居然还敢！贱民，你非要跟本公子过不去，跟我作对吗？上一个得罪五公子的，一夜之间满门被屠，连条狗都没有放过。哼，得罪我，就等于得罪长安整个权贵。从即日起，大武朝内360座城56个州，9州之内，寰宇之外，天上地下，将无一处是你容身之处。你不用威胁我们，我有证据证明婉儿不是凶手。证据确凿，何须再查？给我1炷香的时间，我定能查出真相。好，那我就给你1炷香的时间。你若查不出，老子亲手阉了你。其实用不了1炷香的时间，答案就在这儿。怎么可能？嬴政居然没有变黑？更离奇的还在下面。这怎么可能？这说不通啊！这人不是中毒身亡吗？怎么腹部验不出毒，连着喉咙也验不出毒？这胡说！那为何死者口中验出了毒药？死者根本就没有中毒，他是被人勒死之后，被人强行灌下毒药，做出中毒的假象。哦，对上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能解释他腹部也没有中毒，喉部也验不出毒。这下就能证明人不是我杀的了。婉儿姑娘也不用高兴得太早，只是查出死因而已。杀人凶手还未找到，你的命啊，悬呐！我知道凶手是谁了。谁？跟我走，我告诉你们答案。大人，这点小事何须您大驾光临，下官处理即可。直接审便是。若狄龙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就阉了他，送进宫去。狄龙，杀害红叶的凶手到底是谁？凶手就在公堂之上。狄龙，我说你骗人也不换点新花样。我倒要看看你这次指认谁。真正的杀人凶手就是他，武昌吉。包括近期长安城8起连环杀人案，都是武昌吉所为。我看你就是满嘴喷粪。武大人是谁啊？长安才子女帝侄儿，怎会干出如此龌龊之事？武大人，你可不能轻饶这个污蔑您的贱民啊！你说本公子是凶手，你的证据呢？
我在搜查红叶姑娘房间的时候，发现她有记账的习惯。这就是我在她那儿搜到的账本，还请大人过目。大人，红叶姑娘近3日接待的客人只有1位，那就是武昌吉。这等证据，如何就能确定是武大人呢？狄龙，不要血口喷人。能够成为花魁红叶的座上宾，那自然是武大人能力过人，功夫上佳。就凭这个指证，你们兄弟2人怕不是不行吧？行不行的，你试试啊！凭你也配？哼！若是拿不出有力证据，你们就是污蔑武大人，届时你可就真的不行了。不好意思，证据我还真有。来人，把尸体抬上来。这具尸体的脚趾被人给剁了，这就是最后一个证据。消失的脚趾和武大人有什么关系啊？狄龙，你怕不是穷途末路，疾病乱投医了吧？我看你是趁早认罪，并且挥刀自宫，没准武大人还能留你一条狗命。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完整的作案手法与杀人动机，待我说完，真相便可公之于众。当时我回到了命案现场，发现房门紧闭，被人故意堵上了。更可疑的是，身为百花楼的花魁，用的应该是最名贵的银双炭，可他偏偏用的是最下等的褐炭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此煤不易燃烧，若不通风，再把房门紧锁，形成一个不透气的空间，这个炭没有充分的燃烧，便会形成大量的有毒的一氧化碳。一氧化碳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毒死红叶。胡扯！这武大人有何杀人动机啊？杀人动机？那当然是收藏受害者脚趾的习惯。你没发现近期8起连锁杀人案，受害人皆丢失了脚趾？没错，最近发生的8起连环杀人案，最后去现场勘查的时候，定案全是自杀。同样都是门窗紧闭，房内都有一筐褐煤。大胆狄龙！你所言皆是猜测，除非你能找到那些失踪的脚趾为证，否则证据就在这公堂之上。任杰，在，劈了他！你干什么你？干什么？这些都是人骨，且都是人的脚趾骨。证据就是你有收藏被害人脚趾作为人骨善的癖好。吴长吉，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狡辩？我为何要狡辩？人就是我杀的，我何惧之有啊？我乃女帝之侄，殊荣无限，区区几个指节能成为我扇子里的骨节，那是他们的荣幸。我要亲眼看着这些绝世美人在我面前活活疼死，任我鱼肉。他们越痛苦，我就越兴奋。这指节就是我的战利品。张大人，武昌吉已经认罪，请您立刻下罪入狱。笑话！这公堂之上，9州之内，有谁敢定我堂堂左相府的罪？又有谁能将我女帝之侄入狱？你敢吗？你们敢吗？啊！
刚才就是一场误会，吴公子绝对不是杀人凶手。本官宣布，吴公子与本杀人案无关，当场释放。你若不死，公道何在？你若不死，千里难容。那9条枉死的人命，该何处喊冤？那又如何？你还敢杀了我不成？来来，朝这杀，朝这杀！你个啊！他们不敢，我敢。就算是豁出这条命，我也要为枉死之人讨回一个公道。居然敢杀我！啊！吴大人死了，狄龙杀了吴大人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快进宫禀告女帝！快把这杀人凶手给我抓起来！慢着，我大哥为民除害，何罪之有？错就错在他杀的是武大人，这是女帝侄儿，此等过错应该千刀万剐，五马分尸。给我拿下！不可以，婉儿你不要命了，赶紧跟狄龙撇清关系啊，免得拖累了自己啊！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永远相信狄龙哥哥的。放开我！传女帝口谕。大理寺4役狄龙伙同狄仁杰谋杀朝廷命官，即刻扣押进宫，面见女帝。带走。狄龙，这下你连阉人都做不了了。嘿嘿嘿嘿。是何贼人，胆敢杀我侄儿？谁是狄龙？你，陛下，就是这个杂碎，此人居然公堂杀害武大人，陛下定不能轻饶啊！大胆！将他给朕当场打死！其余从犯，男子阉了入宫当太监，女子送入教四方，终身为妓。胸大无脑，说的大概就是你这种人吧？放肆！狄龙竟敢对女帝不敬，罪加一等，应当处以极刑。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说陛下胸大无脑。你有如此胆量，难怪敢杀成吉。那朕就再给你一次自证的机会。我不需要自证，人就是我杀的。为何杀人？他该死！武昌吉，他该死！别人都不敢杀他，那我只能自己动手，灭了那个畜生！混账！杀了朕最疼爱的侄儿，哼！竟然还敢如此猖狂！把他给朕凌迟万刀，把他的头割下来，铸成铜头，放在长吉坟前，让他生生世世为我侄儿忏悔。陛下，狄龙哥哥也只是为了那些枉死的百姓讨回公道而已，罪不至此啊！别急，等他完了，就轮到你们俩。拖下去！国有此君，不出10年必亡。牙尖嘴利，竟还敢辱骂于朕！罪加一等。那就先拔了舌头，再凌迟吧。哼！狄龙哥哥，
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北夷国来访闹事，出了3道难题，至今无人可解。现在估计杀到宫门口了。什么？我堂堂大武朝，竟无能人了吗？北夷王子说了，若是无人解除这3道难题呀，将派10万铁骑来犯。大武出力，暂无可用之兵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能解决那3道难题。陛下，不可信这贱民谗言，他就是个没读过书的废物，怎能解除这3道难题？陛下除了我，还有别的选择吗？那朕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若解除3道难题，朕饶你不死；可若让朕发现你满口胡言，定让生不如死。哼哼。老臣参见陛下。陛下，狄龙他诛杀我儿，属戴罪之人。况且他目不识丁，如果让其他使臣知道了，岂不是要笑话我大武朝？武昌节死有余辜，左相，你难道想要包庇？还口小儿，就凭你，也敢智慧昌吉？有本事你打我呀！来！够了！北夷使臣已经入宫，丞相暂且放下成见。陛下，一个胸无点墨之人，他又如何能回答出3个问题？我如果回答不出那3个问题，我愿当场自刎谢罪。区区9品司隶也敢口出狂言，就凭你随便说出满朝文武乃至大学士都说不出来的3个问题，你简直痴人说梦！老臣今天就立在这朝堂之上，看你如何自刎，以慰吾儿。见女帝跪。如此简单的3道题，大武朝都答不出来，有什么资格让我跪？传闻中的大武朝也不过如此。3道难题，难倒了大武朝这么多人才，足以证明大武朝不配统治中原。本王子回去必率10万铁骑，踏平这长安，做这天下的共主，休得狂妄！不仅如此，本王子还要这女帝做本王子的小妾，届时我也好好尝尝这第一女帝的滋味。话别说得太满，小心啊，别闪了腰。你是何人？大理寺寺役。你大武朝当真是没人了吗？区区一个打杂的杂碎也敢出来答题，就不怕丢了大武朝的脸面？你北夷国大杀四方的3道难题，被我一个小小的杂役就能解决了，那岂不是更丢脸？狂妄！别废话了，出你的题。第1题，如何在夏日生冰？夏日生冰，简直闻所未闻呐！大哥，我看这北夷王子就是故意来刁难人的。夏日生冰如何能做到？这道题至今无人可解，我相信大武朝没一人可以答得出来。狄龙哥哥，这根本就不能做到，要不咱们还是……放心，这还不简单。话可不要说得太早，若是连第1个难题都解决不了，我看后面的也不必了。哼，想不到这么上乘的美人儿，却配了一副猪脑子，实在是可惜啊！你莫急，等他答不出来，我就杀了他，到时举攻长安就师出有名了。各位，看好了！哎，哼，
真的解冰了！狄龙哥哥，你成功了！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能有人在夏日成冰？此物为生石灰，遇水吸热，产生化学反应，即可夏日成冰。在我们大武朝，连3岁小孩都懂。那为何之前满朝文武解不出此题？那不是为了给你留面子，没想到你是给脸不要脸，非得把脸凑上来给我打，你贱不贱啊？好，好，好，狄龙，解出3道难题，朕重重有赏。喂，下一道题不会还这么无趣吧？你不够走运罢了。3道难题，这只是其一，也是最简单的一道。那你放马过来吧。第2题，人如何在空中飞行？既然大武朝有你这种人才，不妨我们立个赌约。如果你赢了，我北夷将归还燕云16州；若不能，得，我要是不行，我把长安城给你。陛下，狄龙他简直在胡闹啊！他这拉着咱们大武朝，他在陪葬，应将其当庭杖毙，以儆效尤。狄龙，此题已超出常人所想，你当真可以？大哥，不可呀！就算是这世上最好的轻功，也无法让人在空中飞翔啊！就是啊，狄龙哥哥，他分明就是在刁难你，不能答应。你放心吧，那女帝和满朝文武是想让我大武朝不战而败，一辈子做个缩头乌龟，被某些人踩在脚底下，像只王八一样不敢吱声。等会儿归还燕云16州的时候，可别肉疼。哼，这小卷毛什么玩意儿，跟泰迪似的。切！这是纸鸢。我以为你是个什么样的聪明人，没想到居然想出这么愚蠢的办法。这小小的纸鸢如何让人飞上天去？当朝宰相怎能如此蠢笨无知？喂，我要飞，我借助的不是风筝，而是风。不行就趁早认输，还能保全大武朝可怜的颜面。啊，狄龙哥哥，这个真的能飞吗？怎么飞呀？放心吧，啊，等会儿我就从高处一跃而下，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乘风飞翔。这种匪夷所思的方法，只有你能想得出来。从高处一落而下，难不成你怕本王子弄死你，想提前自杀不成？闭嘴吧，死泰迪！成与不成，一试便知。当真是狂妄至极，不自量力。本公主就在这儿守着，等你落败以后，亲自履行赌约，将你的肉片片剐去，拿去乱葬岗喂狗。哎，狄龙哥哥，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陛下，这个狄龙啊，简直就是谎话连篇。这么一个破纸鸢，怎么可能让人飞上天去？待会儿您可千万不能轻饶了他。浩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。哼，我来啦！既然连这种难题都能迎刃而解，难道真的是乘风飞翔吗？北夷王子对狄龙的解题方式可还满意呀？放心吧，我没事儿，就是可惜了公主，剐不了我的肉了。你绝对是碰巧钻了大家不知道的空子。那还不是我大哥智勇双全，才智过人，想到了世人想不到的法子。莫非是你们北齐输不起了？狄龙，凭借你今日的表现，朕可以饶了你。但若想加官进爵，还得赢第3场。泰迪王子，
还不赶紧出题啊！第3题就是不用任何器械将千斤巨石粉碎。这怎么可能做到吗？这件事千古以来绝无一人可以做到。狄龙，此次你必输无疑。这是逼迫我做火药啊！哼，水别倒太满，话也别说得太早。我都还没做，你们又怎知我做不到？口出狂言！千斤巨石啊，我朝第一勇士都无法将它举起，你居然想把它粉碎？狄龙，你吹牛也要有个度。大哥，你不习武，不知其中奥秘，这件事实在是太难完成了。要不咱们还是想个别的办法。是啊，狄龙哥哥，这分明就是北一他们设下的圈套，你可不许轻易上当。你放心，狄龙，这一次你是否可以？我只需要1个时辰，此题即可迎刃而解。若你能解答第3题，朕不仅可以不追究你的小作所，哼，甚至可以让你连跳7级，成为大理寺副卿。如若你击碎不了巨石，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辰。这就是我破题的神兵利器。如果我没有看错，这不就是一个破瓦缸吗？就凭这个破瓦罐能击碎了巨石，我北夷将对大武朝俯首称臣，岁岁纳贡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当然，这道题也注定解不了。如果你输了，咱们先前的2场比试区区不作数。什么？3日之内，我北夷的铁骑将踏平长安，天下易主。哎，走远点，小心我的利器可别伤了你。本王子不走，我偏偏要站在这儿，我倒要看看这个破瓦罐怎么伤得了本王子。好啊，待会儿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喂，怎么样，太帝王子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这玩意儿万一掉在了北夷国，恐怕方圆100里都会夷为平地吧？莫非这是大武朝新研制的秘密武器？这是在警告我北夷。武帝陛下，是我北夷有眼不识泰山，妄想挑战大武朝。眼下看来是我们错了。往后北狄殿对大武朝俯首称臣，岁岁纳贡，永不犯边。狄龙哥哥，你太厉害了，不仅连破了3题，还让北夷俯首称臣，简直是我的骄傲。大哥，你真棒！运气好罢了，贱民始终是贱民。既然狄龙已经连破3题，朕便履行之前的承诺。狄龙听封，即刻起升任大理寺副卿之位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谢主隆恩。丞相大人，狄龙那小子，本相绝不能容忍杀害我儿的杂碎还继续存留在这个世界上。再加上他现在当上了大理寺副卿，极有可能发现那个秘密，必须做了他。给你们2人3日的时间，必须让狄龙给我儿陪葬。如若不然，你们就进宫给我当太监，做姐妹。丞相大人，请放心，我不会让狄龙安稳地坐在大理寺副卿的位置上。我与禽兽定会让他身败名裂，活不过3日。听说西街又开了一家新的脂粉铺，
来喽！久等了，客官，新出炉的大包子。嘿，大哥，话不多说，兄弟我祝你升官发大财。你们别光顾着喝呀，这陈家包子铺做的包子是10里8乡出了名的好吃，味道奇香无比，你们快尝尝。那我尝一尝。不对，这包子馅里边怎么还有骨头啊？骨头？看着不像是猪骨啊，大哥。这是人的手指。呸！人肉包子铺。升堂！我看谁敢动！李龙，你私设公堂，你眼中还有我这个大理寺少卿吗？我的官帽可压你一级！大人，请你吃包子。拿包子贿赂我爹，我看你这脑子！那是人肉包子。陈家包子铺吃出的人的骨头，这么大的命案，你说我为何不能升堂？包子能吃出人的手指头？狄龙，你怕不是升官发财，把脑子烧坏掉了吧？人？我看，这不就是猪骨而已。我看你是刚当上副卿，想办点案子给上面看吧。指骨纤细，分为3节。底、体和小头，周围有肌腱和神经。猪指骨只有1节。是否为人骨？你堂堂大理寺少卿，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那本官怎么看着他就是一个猪指骨？父亲大人说的对，这分明就是一根人的手指。你们父子2人歪曲事实，草菅人命，心中可还有半点良知？在大理寺，我爹就是规矩，就是良知。来人！大理寺副卿狄龙为谋求正经办假案，给我赏30大板！婉儿妹妹，你最好和狄龙保持距离，赶紧退婚，免得拖累你啊！我早就说过了，我非狄龙哥哥不嫁。你以为这30大板下去，张家父子会让他们有活命的机会吗？那我就更不能让狄龙哥哥挨打了呀！愣着干嘛？动手啊！张贵正，你目无律法，毫无良心。你这大理寺少卿之位，我看你是做不成了。那就看看谁先死！给我拖出去打！今日谁敢动我大哥分毫？狄仁杰，你也想挨板子吗？高公公到！四方酒楼发现尸块一事，已惊扰陛下。你们大理寺需尽快破案，本公公亲自监督。高公公，此案杂乱无章，无头无绪，查起来是难上加难，不知可否宽限？3日之内若破不了案，你们大理寺谁也逃不了陛下的责罚。狄龙在包子里发现了人的手指，说不定和酒楼那些碎尸属于同一人。不如这案子就交给他办吧。若是他查不出什么，高公公，请您随意责罚。那此案就交由狄龙一人审查，若办事不力，便即刻拖入宫中，做一个刷粪桶的太监。高公公，我便协同狄龙办案，以便帮您全程监督呀。允了。这什么味儿？尸体死了一段时间就会产生尸臭，看来这里确实有蹊跷。酒楼日日处理酒肉，难免发烂腐臭，就凭这个断定有蹊跷，狄龙，你脑子有病吧？任杰在，尸体已经被分成了很多块，想一次性找齐不太可能。只要能找到盆骨，我就能确认死者的身份。
盆骨是人身体上最坚硬的骨头，不可能轻易粉碎。任杰，在，你可以着重去缸里面寻找，看有没有。你也搜。我是来监督你的。我是大理寺的副卿，你只是个哑佐，你敢不听我的话？我要是进宫为奴，我一定带上你。嘿，你什么你？要么搜，要么给我滚！德哥，这个缸中的这味道，这盆骨一定在这个缸里面。你去看一下。找到了。大哥。看这盆骨的形状，死者应该是个成年女性。给我接着，这可是关键线索。任杰，这里已经找不到其他线索了，我们再找找看，还有没有其他骨头。得嘞。干什么呀？就这么点胆子？一个猪头而已，求你那出息！狄龙，我杀了你！你杀了我？哼！就你这点胆子，还敢杀了我？任杰，拿上盆骨，我们走吧。这里已经找不到证据了。进来。大人，杀人案的凶手已经找到了，此人是酒楼的伙计，叫王武。站好。升堂。威武！大人，人是我杀的，尸体也是我剁的，你将我捉拿归案吧。你说人是你杀的，你说死者叫什么名字？你为何杀他？如何杀他？怎么分的尸？你给我一一道来，没准儿我还能给你减个刑呢。记不清了。反正我杀的那个人是个男人。不可能，他都说了自己杀的是个男人，还能看错不成？你一个小小的哑佐，在这插什么嘴？我爹才是大理寺少卿。那你就让你爹来插嘴，或者你叫我一声爹，不然就给我闭嘴。嘿，你一个副卿也敢在此私自办案？必须移步大理寺。王武，你说人是你杀的，死者还是个男的。大人，人就是我杀的，而且他确实也是个男的。我自己杀的人，我怎么能认错呢？要杀要剐，我悉听尊便。好，既然杀人凶手已经捉拿归案，并且认罪，那此案到此结案。赶快张贴告示，减少百姓恐慌。不可结案。从酒楼搜出来的盆骨确实是女性的盆骨，你在说谎。胡闹！这杀人凶手都已经招了。大人，我看这狄龙是刚当上副卿，便不知天高地厚，也不睁开你的狗眼看看。高公公在此，何时轮到你说话了？哼，盆骨确实是女性的盆骨，可是王武却一口咬定是男性，那只能说明你在说谎。大人明鉴，小人亲眼瞧见大人身下的家伙事，她怎么可能是个女人呢？那你的杀人动机是什么？作案工具又藏在哪儿？够了！杀人凶手既然已经捉拿归案，咱家即刻进宫向陛下禀明，此案到此为止。探案存疑，就该一查到底。大胆！你竟敢忤逆本公公的意思！本公公说到此为止，就到此为止。那我要是非得一查到底呢？除非拿你头上的乌纱帽做担保，那我就辞官，回家喂猪。狄龙啊，狄龙，没想到你自己跳进了这个圈套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哼，那岂不是便宜了你？我只给你1日，你若查错了案，就进宫当太监，伺候本公公。我那世间呀，
正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还不快谢谢公公？这份人情还是你领了吧。比起我，你这种人更适合内侍监。你走，去仵作房探案。走。哼。哎呀，这个是之前发现的女性盆骨，这个呢，是一成在厨房后面的槐树下挖到的腿骨。这怎么可能？女性的腿骨纤细，男性的腿骨粗大。这根腿骨有很明显的男性特征。莫非我之前的判断真的出现了错误？这怎么说得通啊？可到底错在哪儿？仪龙，一日之期已到，真凶尚未查出，那之前的赌约就当场执行。给他上宫刑，一定要足足切够18刀，不许上麻沸散，让他活活疼死。仪龙哥哥，大哥，这等着宫刑一过，你就是个不男不女的废物。我看你还和老子怎么抢女人？不男不女。我知道死者的身份和真凶是谁了。之前我们都被凶手骗了，王武做了伪证，他不是凶手。胡扯！那你怎么解释这女性盆骨和这男性腿骨？本案分明就有2个死者，你非得说是个女的。那么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，这些尸骨都是同一个人的。他生来人体工学结构复杂，雌雄同体。什么？雌雄共体？对，而且此人根据尸体的腐化程度，至少死了半个月。大哥，经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。大理寺按察使陆少杰，雌雄同体，于半个月前归乡途中离奇失踪。全对上了，死者就是大理寺按察使陆少杰。人死半月，肉已腐烂，那如何出现在餐桌上？腌制即可，保存半个月以上。我说那家包子怎么那么咸呢？那你觉得凶手又会是谁呢？听说这位陆大人失踪时，身上所有的笔记也全部失踪，导致了大理寺这10年间的所有案件无从对证。你是怀疑他的死跟那本笔记有关？对，笔记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凶手。那现在这本笔记又会在何人手中？笔记就在你那儿，凶手就是你。大理寺少卿张归正。荒谬！本官怎么会有那本笔记啊？那么张大人敢不敢让我带人搜张府寻笔记？为了自证清白，张府可搜，但如若找不着那本笔记，那你就是污蔑上官，罪加3等。让你们兄弟俩连坐，共同享受这千刀万剐之刑。如果我查不到证据，我愿自己挥刀自宫，进宫做太监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那就去查吧。狄龙，你这都搜了1个时辰，若再找不到什么账本，我现在就弄死你！这间屋子，我刚刚在外头走出了17步，而这里头，我从头到尾只走出了14步。这3步之间，这就意味着这儿有密室。狄龙哥哥，我刚在密室里发现笔记。哦，这就是张氏父子的催命符。此笔记详细记载了这10年间张家父子收受的巨额贿赂和冤假错案明细。张氏父子为了保守这一秘密，将陆大人杀害，将他做成了包子分尸，最后给我哥下套。他们这是想一箭双雕。
可是你百密一疏，却忘了这最重要的证据。混账！拿本公公当枪使是吧？来人，先把这个造谣生事的张禽兽给阉了，以儆效尤。带走。你高公公，你只抓走张禽兽，却放过张归正，是何等意思？那你的意思是？张归正，你身为大理寺少卿，掌一国刑法，知法犯法，以权谋私，罪恶滔天。按大武律，放肆！你敢表示上官？按大武律，应革去官职，斩立决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来人，拖下去。大哥，咱们的杀父之仇已报，足以告慰家父的在天之灵，也算了了咱们兄弟的一桩心愿。狄龙，你以为你弄死了我，就报了杀父之仇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只是帮凶，杀你父亲的人另有其人，他就是……哎，大哥，人没了气息，已经死透了。看来我父亲命案的背后还藏着另一个大人物。不管你藏得有多深，我迟早会把你揪出来，给我父亲陪葬。奉天承运，武帝诏曰：大理寺副卿狄龙才思机敏，护我国威，又屡破奇案，清除奸臣，封诏封其为大理寺新任少卿。谢主隆恩。哼，又生了。不出意料的话，今晚又有好戏看了。这一次张氏父子的暴露，对咱们来说实属损失啊。本王还不缺那两个废物，可他毕竟是两个棋子啊。再说了，张归正手里头，他有秘密呀。张归正是我派去杀狄龙父亲，他不该挡我借大理寺敛财、秘密练兵、秘密造反的路。狄龙他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他到时候，那就杀了他，学后犯。为了防止夜长梦多，朝中那些反抗本王的骨头该死了。出来吧，从平康坊东头到西头，你不烦，我都烦了。我杀！哎呦！我看现在谁还来救你了？你再不出来，怎么跟武帝复命啊？狄龙哥哥小心！我谢谢。属下不良将，剑三拜见狄大人。不过大人是怎么知道我是陛下派来保护你的？不仅如此，我还知道陛下是派你来送密令的。大人真不愧是我大武第一神探，你所料不差。此为密令。陛下是想让我追查张归正为何公堂被刺杀，追查张氏父子失踪的赃款。女帝令从即日起秘密册封狄龙为昔日不良人首领，任务良帅，掌天下10万不良人，并特赐天子剑，便于行事。3品以下皇权特许，先斩后奏。你这是新的，你看我这个，哎，有人来了，属下不便露面，告辞。大人，不好了！朝中城内有龙王出现，屠杀朝中官员。现在已经有数名官员葬身于此，你快去看看吧。这背后的人终于忍不住动手了。
来的正好，我们走。走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又死人了。大哥，这位是正一品的张太师，这位是正二品的刘丞相。这些人在朝中都是身居高位，凶手今晚真是干了一票大。不是说龙王杀人吗？哪来的凶手啊？我只相信科学，相信证据，我不相信什么鬼神杀人。大哥，你看，尸体的眼睛瞳孔放大，面部肌肉僵硬。人在被吓死时，因为受到极度恐惧，导致了肾上腺分泌出了大量的儿茶酚胺，这就导致了他的心脏会突然间的加速，血液升高，从而导致了心肌大量的缺氧。你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大哥字字珠玑。但是我觉得吧，大哥教咱们说的那个词叫牛逼，心跳加速就导致了他的血液如洪水一般冲击了自己的心脏，这就导致了他的死亡。大哥，您怎么看？根本就没有什么龙王杀人之法，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操纵，这是一起连环他杀案。根本就没有什么龙王杀人之法，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操纵，这是一起连环他杀案。狗官，我亲眼所见，昨日龙王向现世杀了这2个贪官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这是龙王现世。自古男子女卑，男子称帝，女子为奴。大吴女帝有违天和，惹天怒。我有何吩咐，我等一定照办。本王受后天之命，降神法，将尔等无德女帝治下贪官污吏处死。女帝执迷不悟，不退位让行，将再降天罚，祸及大吴百姓。秦明杀人，凡人何敢窥探？找死！我杀人了，杀人啊！狄龙哥哥，莫非真的是龙王现世替天杀人？根本就没有什么龙王现世替天杀人，而是有人在背后搞鬼。那大人，你该如何解释？我昨日亲眼所见，龙王像破土而出，这种神迹啊！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但有时候眼睛看到的也不一定就是真的。一切不科学、不合理，都会留下蛛丝马迹。这龙王像在这里多久了？从我记事起，这个龙王像就从未挪动过。那也就是说，至少得有20年了吧？周围土地应该是夯实无比。是啊，说也奇怪，最近这长安城的天又无风又无雨，风和日丽，怎么这块的土地会如此的松散？那一定是有人移动了神像，伪造神迹。这么说的话，这个案子就是人为的。对，此案一定不会是鬼神作祟，而是有人在背后操纵。哟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2条疯狗断案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司正，你们大理寺都没人了吗？怎么派这2种货色来断案？司马小姐，见笑了。爹，这老宗谁啊？比高三德还壮。这人是咱们的顶头上司，大理寺正卢安。表姐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如果我不来，你又要陪狄龙去送死。我劝你还是早点跟他退婚吧。表姐，我说了，我不会退婚，更不会离开狄龙哥哥，我要和他共同进退。你就是大理寺卿狄龙？对，案子查的怎么样了？这个案件有疑，需要继续追查。此案有何可查？这明明就是摆着龙王杀人，铁证如山。本官宣布，此案了结。不能结案，案件存疑，根本没有什么龙王杀人，而是有真正的杀人凶手。司正，你们大理寺的人都是如此庸人，就是立了点微薄的功劳，就敢顶撞上司。那司马小姐觉得该如何处置？目中无人，
顶撞上官，应掌嘴80，以儆效尤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掌嘴！放肆！我大哥乃是武帝亲封的大理寺少卿，我可随意用刑。我可是你们的顶头上司，大理寺本官就是天，天下刑名是非黑白，本官说了算，本官就是法度。我说谁掌嘴，谁就得被掌嘴。狄龙，如果你不想被活活打烂嘴，就乖乖的把这婚书签下，赶紧跟婉儿一刀两断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的表妹上官婉儿就成了卢思正的大公子的新娘。我不嫁，那个卢家大公子分明就是个傻子。你敢不嫁？你敢不签？狄龙罪加一等，当场格杀！我是绝对不可能退婚的，没有谁可以把我跟婉儿分开。大胆！还不将犯官狄龙给我拿下，砍了！高公公到！高公公，你是来当我的救兵吗？陛下口谕，此案事发突然，引得朝野动荡，百姓议论纷纷，令大理寺尽快破案，以平息民愤。难道连陛下也要这么草草的结案吗？放肆狄龙！我看你就是条疯狗，现在就连陛下圣旨都敢违抗。我看再让他当3天官的话，是不是就敢造反了？那我今天就要造一次反，让你们好好看看。大人，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要推倒神像，查找证据。若是惊扰龙王，降下神法又当如何？是啊，如果真的有龙王，那就让他降下天法来劈死我。大人，万万不可！本官推定了。狄龙，你是疯了吗？你竟然敢推倒龙王像！这样做一定会惹了天怒，致使我们大武天下大旱，水涝不断。你想拖着我大武千万百姓跟着你一起陪葬吗？狗东西，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我找到凶手杀人的证据了。豆芽也算证据。你胸大无脑，我不怪你。龙王像放在这里年代已久，土地夯实，怎么可能长出豆芽？这神像下面阴暗潮湿，长出些豆芽实属正常。原本的神像受人供奉，周围土地遭人踩踏，土地夯实无比，水滴不穿，火烧不透，怎么可能长出豆芽？现在这块的土地明显是被人松动过，现在就是松散无比。更何况现在连续10日，长安城内并无雨雪，这边的土地反而湿润潮湿，这就是证据。这只能说明一个情况：在1日前，凶手提前到达命案现场，将神像从庙中提前移出，然后放出豆子，回田灌水，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，豆芽长了出来，然后把神像顶了出来，就制造出了龙王现世的假象，这就是龙王现世的真相。当所有人都认为几位大人的死是死于天罚，因为他们贪得无比，降罪于他们，难道不是吗？从始至终，女人都是男人的附庸，哪有女人当皇上的道理啊？女帝当妃，女帝新居登基，女帝当妃，新居登基。你们这几个蠢货，被人骗了，还去替别人数钱。狗官，你在说什么？他还敢耍官威？要不咱们把他弄死算了。反正女帝无德，天下有德者居之，咱们反了吧！反了！狄龙，你是疯了吗？再这么下去，会激起民变，冲击长安城。此等罪过，诛你9族都是轻的。可我说的没错，哪来的龙王现世？哪来的天罚？杀人凶手就在现场。那你说凶手是谁？莫非就藏在人群当中？那你觉得这凶手又是谁？这个凶手身形不明，但有一点我可以确定。这个凶手的身形佝偻，所以他的手印印在了神像的底部。凶手就是你，是你，大理寺司正卢安。狄龙，你血口喷人！
这就是杀人凶器。用花瓣杀人，亏你想得出。用花瓣割喉呢？你堂堂大理寺司正，不会连曼陀罗花瓣都不认识吧？我来到现场，就发现现场有大量的曼陀罗花瓣，空气中弥漫着曼陀罗花粉的味道。曼陀罗花粉有致幻的作用，这几位大人的死，是因为吸入了曼陀罗花粉的作用，导致了致幻，被自己产生的幻象活活吓死。曼陀罗花粉的作用至少得需要1个时辰才能达到，而这里距离城外最近的距离，快马加鞭也得需要1个小时之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也就是说，种植曼陀罗花的花园一定在长安城内，而这整个长安城内只有一处最适合种植曼陀罗花，而这个地方就是你卢大人的府邸，你就是杀人凶手。就算这曼陀罗花产自卢府，那也不能直接证明卢大人就是杀人凶手啊。就是啊，一定是我的下人偷了老夫的花，蓄意杀人，所以栽赃于老夫的头上。狄大人，女帝陛下还等着老奴复命，你若再拿不出实质的证据，我就治你一个办事不力之罪，进宫当太监，伺候本公公。我那时间正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，只要你肯进宫，本公公就培养你当下一任内侍总监官。哎，没有必要啊，你自己留着吧。我有另外一个证据，能够证明他就是凶手。这曼陀罗花瓣碰到自己的手指，会产生一个红色的痕迹，至少在1日内都不可能消除。卢大人，那就请您把双手展开，让大伙看看您手中到底有没有这个痕迹。本官不是凶手，何须自证？那我多有得罪了。啊，大伙儿来看，这就是证据，铁证如山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，卢大人？我就是凶手，但你能奈我何？我的靠山可是当今朝廷左相吴九思吴大人。那又如何？不管是谁得罪了我，都不得好死！立刻赶紧签下退婚书，将你那未婚妻乖乖的送到我儿床上，老夫能够饶你一条狗命。这还不够，狄龙，你还要跪下来，给卢大人赔礼道歉。你自以为聪明绝顶，探案如神，一直以来瞧不起老子的傻小子。是又如何？那老夫今日就将你活活打成一个傻子，让你现世做一条狗，苟延残喘。你做梦！若你还敢不下跪的，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看，让你的亲弟弟替你受罚，千刀万剐，不得好死。若你这都不怕的，那老夫只有亲自上场，当着你的面让你的媳妇好好尝尝做女人的。老畜生，你找死啊！大胆，敢对老夫动手！我打你又怎么了？吴九思，我压根就不放在眼里。他那傻缺儿子，因为犯了错，已经被老子一刀捅死。老夫回乡丁忧3年，竟有发生此等大事。你现在知道，已经晚了。任杰，在，把剑给我拿过来。这是天子剑，天子剑在手，3品以下可先斩后奏，特有此权。你想怎么死？是想砍脑袋，还是从中间直接劈？我都可以满足你。如果你不选，那我就替你选。住手！本相的人也是尔等敢配动的。大人，你来了，救我！狄龙，你当街斩杀朝廷命官，你是嫌自己的命太长吗？赶紧把卢思正放了，否则罪加一等。若是今天杀了我，那你要知道，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狄家的忌日。立刻放人，否则刚才卢思正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一一应验。我就是不放，那又怎样？狄大人，
给咱家个面子，把人放了。本相自会秉公执法，提起3司会审，给人犯定罪。别给脸不要脸，给个台阶赶紧下得了。把他交给你们，恐怕这个老东西不出3日，便自己大摇大摆的从牢里面出来吧。你是故意不给本相面子，要跟本相结成死仇吗？左相大人，你的面子在我这儿不好使。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岂能低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？老子斩你就斩你，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！你还真敢杀本相的人！杀你的人，那又怎样？来人，押起来！哼！别动！本相等的就是这么一点。刚才我所说的都是机遇，你中计啊！带走，入宫面圣。老臣参见陛下。陛下，狄龙嚣张跋扈，在长安城内请出天子剑，不请示于天子，私自斩杀上宫，罪行滔天，按律当斩。臣附议。他们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说天子剑先斩后奏？大哥，你说的是城外，城内没这个规定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没来得及说就……老臣恳求陛下处死狄龙。狄家要绝后了。处死？为何处死？陛下，您的意思是？狄龙连续破获大案，匡扶社稷，忠心为国，一心为民，不仅不罚，反而要赏。即日起，大理寺寺卿狄龙升任大理寺寺正，统领大理寺。谢陛下。陛下，大理寺寺正正3品，他又升官了。陛下，我不可呀！左相是在教朕做事吗？朕的决定无人能改，除了狄龙。微臣告退。哎呀，走了走了，走了呀！你人不错，聪慧又通透，不如留下来侍奉朕，如何？只有太监才能常伴陛下左右，那奴才就赐狄大人入宫当太监。你这个想法不错。那奴才这就去准备。别！朕跟你开个玩笑，瞧把你吓的，淹了多无趣啊！既然你这么合朕的眼缘，不如留下彻夜长谈。我这艳福不浅啊！快呀，快点！陛下已经够快了，那就用力，再用力点。地痞流氓，也不知道陛下看上你哪儿了。知道朕为什么封你为不良帅吗？我大概知道一样。查出案中的谋逆者，你可能做到？这个案件太复杂，咱们还是躺着聊吧。你个蠢货！偷鸡不成蚀把米，硬生生的把狄龙扶上了大理寺最高位。是他万一知道我藏在大理寺的秘密，我密谋多年的计划都将功亏一篑。属下马上就去办，属下马上就去办。大人，出事了！
大理寺枯井中发现一具尸体。你个蠢货！偷鸡不成蚀把米，硬生生的把狄龙扶上了大理寺最高位。他万一知道我藏在大理寺的秘密，我密谋多年的计划都将功亏一篑。属下马上就去办，属下马上就去办。大人，出事了！大理寺枯井中发现一具尸体。哎，让开！大人，昨晚有个肆意喝醉了酒，失足掉进了井里，在井中意外发现了这具枯骨。任杰，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？带了。大哥，你看，从这具骸骨的骨骼密度、死亡的时间和腐败程度来看，这具骸骨最少死了4年以上。可正因为如此，咱们才无法得知死者的真正身份。大哥，你怎么看？我有办法能够立即知道死者的身份。不会吧，大人？我的大理寺这么多年，怎么没见过通过一把骨头就能查出死者身份的？你没见过，不代表没有。去给我拿一张宣纸和一块木炭。大人。大哥，莫非你还会摸骨断案？这是摸骨素描法，千骨独一份。这怎么跟594那老王八蛋长得一模一样？没道理啊，这货怎么和594一模一样？莫非他还有个同胞兄弟？这不可能，武家除了女帝之外，只有2个男性族人，老大是梁王，老二就是当朝左相。我知道凶手是谁了。是谁呀？就是本相听闻狄大人在大理寺查案，特地带人过来协助调查，不知道狄大人查的怎么样了？凶手我们没找到，不过大人您请看。左相，这货如果晚死4年，恐怕就能跟你以假乱真吧，甚至可以顶替你的身份。狄龙，想找死吗？左相，你这是狗急跳墙了，想杀人灭口吗？你几次3番挑衅本相，本相今天就杀了你！狄龙哥哥小心！就凭你还动不了我？剑三，你身为女帝的禁卫，不在女帝身边好好保护女帝，玩忽职守，该当何罪？在下不良将剑三，拜见不良帅。良帅，微臣新任大理寺司政，率10万不良人不良帅狄龙，拜见陛下。听说大理寺古井中发现一具枯骨，可探明死者身份？启禀陛下，臣用摸骨素描法发现了死者的样子，可是发现了这个死者竟然跟当朝左相长得一模一样。你说什么？我怀疑当朝左相吴九思在4年前就已经死了。狄龙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这位站在我面前的左相，我怀疑他根本就是冒名顶替。胡说八道！我与陛下一母同胞，如果我是冒名顶替之辈，陛下又怎能不知道？狄龙，你真是胆大包天，竟敢污蔑当朝丞相，一介皇家骨肉，罪责五马分尸。此事当真？陛下，臣的摸骨做相法绝对不会出错。陛下，如若您不相信老臣，老臣甘愿滴血认亲。按左相的意思办。陛下，臣的身份已然确认，狄龙污蔑当朝丞相，
该当如何？污蔑当朝丞相，理应罚100大板。陛下，这么打是会死人的。这是陛下的旨意，尔等敢抗旨吗？不行，你们不能这么对狄龙哥哥。这所谓的滴血认亲法，不过是骗人的吧？狄龙，事实就摆在你眼前，我与陛下的血液相融，难道不能证明我的身份？陛下，这滴血认亲法并不可靠，人的血液是分血型的。血型？对，人的血液分为 A 型、B 型、AB 型，还有 O 型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大哥，你曾经说过，这血液相同的人把手中的鲜血滴入这个碗中，血液是能相融的。对，所谓的 O 型血可以与其他3种血都可以相融，简直就是一派胡言。自古以来，滴血相融，皆为血迹。我今天就要破了这千古以来最大的笑话。这血液相融了，这血液相融了。狄龙是女帝的私生子？这不可能，狄龙绝非我武尊后。借你的手一用。贾大人的血停了，大人的血液停了。任杰，该你了。这一次结果如何？启禀陛下，臣的血液并不相容。我早在早年间就用土方法测试过了。我的血液是 A 型，我的弟弟是 B 型，所以我们的血液不可能相容。也就是说，大哥、陛下与左相，他们都是 A 型血。对，所谓鲜血才会共融。方才的一场小实验，更好的能够证明这个滴血认亲之法根本就不可靠。按照之前的验法，这整个皇宫都与陛下的血相融一遍，至少得有几千个人能够与陛下的血相融。难道说这几千个人都是陛下的亲人？滴血认亲法当废。现在这滴血认亲法已经作废，你还能有什么办法能够证明你自己？陛下，既然滴血认亲法已然不准，那臣还有一个法子能够证明臣的身份。说来听听。陛下，自古以来还有一个比滴血认亲之法更好的方法，能够让满堂的诸公都能信服。你是说？没错，臣恳请陛下请出5家先祖遗骨，让臣滴骨验亲。放肆！先祖已逝，岂能拿他们的遗骨来滴骨认亲？你这是侮辱先祖！若非如此，怎能证明本相的清白？若我蒙受不白之冤，今日我就是要请出我与陛下的祖先遗骨，让祖先在天之灵证明我是不是5世师孙。老东西慌了，莫不是狗急跳墙了？今日若本相的血液滴入这遗骨之中，臣恳请陛下治狄龙之罪。准。乱臣贼子狄龙，你这次还有何话说？乱臣贼子狄龙，你这次还有何话说？身为大理寺司正，不思其职，扰乱朝纲，当赐死以赎其罪。恳请陛下立即赐死狄龙。这怎么办啊？剑三何在？微臣拜见陛下。我让你带的东西都带了吗？启禀不良帅，你让我找的狗，属下带来。狄龙，你又想搞什么花样？陛下，此骨入土已超过20余载，且下葬时死者的年龄超过80余载。那又如何？狄龙，你疯了吗？
你要对我祖先的遗骨做什么？80多岁的骨头，骨质疏松，况且在土地下20余年，早就被土地腐化，就算是一滴狗血滴在这只骨头上，也能够穿透。相容了，这……你若是敢跪在地上，叫这只狗3声爷爷，就算我输，我狄龙甘愿认罪，千刀万剐，不得好死。敢还是不敢？陛下，狄龙他不敢就把嘴给我闭上。剑三，大人，您提前吩咐找到的左相自画一幅。各位请看，此幅书法乃是4年前陛下称帝的时候，当朝左相亲自写给他的。之后，这位大人因为身负重疾，在家卧了半年，未曾出门。后因是陛下的兄长，被认为当朝左相。说的一点没错，那又跟这幅书法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我怀疑真正的大理寺少卿在上任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荒谬，真是荒谬！那本相又是何人？如果你能按照这幅作品写出一幅一模一样的作品来，就算我输，所有的罪罚悉听尊便。左相，你意下如何？启禀陛下，这4年前所做，4年之后再做，必定有所不同。这主意不可。不可什么？哥，我可听说4年前的左相为人正直，性格谦和，酷爱书法，是个正人君子。再看看现在这位，哼，那位大人在重病之后就突然变了个人似的，仗着自己与陛下亲兄妹的关系，草菅人命，祸乱朝纲。你为何不敢？因为你根本就不识字，你就是个假货，你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你怎么可能是594？陛下，狄龙在胡说八道，臣弟混账，大胆刁民，这个时候你还敢狡辩？陛下，说，你到底是谁？真正的594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曹民张启年是大理寺的一个掏粪工。掏粪工，4年前因贪慕虚荣，将一步登天，趁吴大人不备动手杀，并将其推入其中，毁尸灭迹。从现在起，我就是禹帝的哥哥594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。难怪这3年以来，朕总感觉兄长像是变了个人，但总碍于骨肉亲情，对你百般忍耐。他就是个骗子，骗了陛下，骗了满朝文武整整4年。各位文武百官，这个张启年该判何罪？我检举张启年通缉叛国，私贩兵器给外邦。这是前4年来收集的左相78条罪状。陛下，你们都是我养的一条狗，还敢反咬我一口？去你的吧！哼，天作孽，犹可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你所犯下的罪，朝野皆知。我只是替所有被你害的人讨回一个公道罢了。来人，扒了他的官服，斩立决。是，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走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别动！陛下，陛下，下官请左相升天。你个狄龙，你别得意，迟早有一天你会跟我同样的下场。我在九泉之下，我等着你。快走！狄龙，你不畏强权，断案如神，真乃我大武朝的王所之事。狄龙听封，朕封你为东宫喜马，入驻东宫，辅佐太子。谢陛下隆恩。东宫喜马？什么是东宫喜马？以臣弟了解，应该就是给太子骑马。
原来这太子洗马不是给太子洗马的，而是一种官职。接下来，狄龙哥哥除了在大理寺之外，还需要给太子处理政务。太子殿下已经在里面等候二位多时，赶紧进去吧。走。臣拜见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这是微臣自己酿的酒，还请太子殿下赏个脸，品尝一下。你就是我大武第一神探的狄龙？对，下官正是。抬起头。你就是传说中的长安第一美人上官婉儿？可以，倒是可以纳进府里做个妾。狄龙哥哥，殿下，我与婉儿已有婚约在身，还请太子殿下不要再打婉儿的主意了。放肆！本太子看中的女人，你也敢抢？我的女人，就算是天子看中了，也抢不得。太子要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。站住，狄龙！你一个三品官员，跟本太子抢女人，就不怕掉脑袋吗？你一个三品官员，跟本太子抢女人，就不怕掉脑袋吗？我要是怕掉脑袋，我就走不到这一步了，也不会成为大理寺的寺正，更不会成为你们大武第一神探。好你个狄龙，我真是个倔驴。那不知婉儿姑娘意见如何？太子殿下，婉儿心中只有狄龙哥哥一人，此生非他不嫁。还请太子殿下不要强人所难。没有人能违抗本太子的旨意。本太子今晚就要纳上官婉儿为妾。你要是强纳婉儿为妾的话，那我可就要如实禀报了。到时候可是要让陛下来替我做主啊！别以为陛下看中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太子想要得到的，必须得到。太子殿下，你这是想要动真格呀？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好你个狄龙，竟敢忤逆本太子！陛下迟早会驾崩，而我迟早会成为新的皇帝。到那个时候，我第一个弄死人就是你。那你就等到那个时候再说呗。现在你要敢动我的女人一下，我就把你从太子的位置上拉下来，然后再送你上西天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太子殿下，他死了！什么？刚死没多久，嘴唇青紫，口中有大量白沫，这是中毒的迹象。空气中酒味弥漫，太子应该是中毒而亡。大哥，您怎么看？黑的，确实如此。狄龙哥哥，太子是因为喝了毒酒才暴毙的吗？狄龙哥哥，这酒不是你之前送给太子的那坛吗？看来藏在背后的人又忍不住出招了。张公公到！这不是张禽兽吗？没错，正是本公公。狄龙，太子宫中暴毙，死因可查明？太子是因为喝了毒酒突然暴毙。毒酒？此酒从何而来？这酒是四正大人送给太子殿下品尝。好你个狄龙，你竟敢毒害太子！你就是杀害太子的凶手。张禽兽，你仅凭一壶酒就断定凶手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凭一泡尿就说你随地大小便呢？你，还有就是啊，你在割了之前
好歹也是我们大理寺的牙祖，难道你办案就这么草率啊？放肆！狄龙，你可知道咱家是谁？这咱家还能是谁呢？还不是没了伴的阉狗。张三得病疾而亡，我受梁王举托，已成为新任内侍监总管。现在可是陛下眼前的红人，今日也是奉陛下之命来查太子死因，而太子是喝了你这毒酒而死。狄龙，我看你是跑不掉了。原来说了半天，你还是个阉狗啊！你给我拿下！谁敢动我大哥？这位张公公，你才刚割了几天，就一下子升到这么高的位置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身后是谁啊？你还算聪明，你猜到又如何？你就不怕我告诉陛下？你先有命活着再说吧。狄仁杰，我奉的可是陛下口谕，你若再敢阻拦，本公公势必让你们3个人尸骨无存。来吧。走。狄龙，你落到我手里，你还想活着出去？嘿嘿嘿嘿，嘿！你害我父亲午门问斩，嘿！你害我入宫为奴，嘿！你害我们张家从此断了官位，断了香火。那是你罪有应得。行，我今天就让你尝尝这伤口撒盐的滋味。想死的痛快吗？签了他，签了他，我没准能放你一条狗命。认罪书拿过来。早这么样就不会受这么多罪了。呸！我欠你个头！狄龙，我看你是想死。婉儿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快让开！来得早，不如来得巧。我今天就给你上演一出活春宫。你别过来！你要是敢过来，我就杀了你！我答应你，只要你放了狄龙哥哥。他是嫌犯，放不得呀。只不过我现在改变主意了，我不光要了你，我还要杀了他。嘿嘿嘿嘿，狄龙，如果我用这个东西这么按下去，你的狄龙哥哥就要变成姐妹了。婉儿，你不要受他威胁。狄龙哥哥，我不能眼看着你受苦啊！你们俩，我答应你，我可以嫁给你，你也可以不放过狄龙哥哥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们，给我们3天的时间，这3日内，你要让狄龙哥哥查案。好，我就给你们3日时间，但3日查不出，我不仅要娶你，我还要杀了他。有梁王在，你什么都查不出来。大哥，没想到张禽兽这王八蛋竟然敢对你用刑，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为你报仇。一家人整整齐齐才最重要，何必一命换一命？咱们还有3天的时间，与其满眼仇恨，不如想着破案自救。走，走。太子已经停尸吊唁，现场的这些证据，酒坛、酒壶已经全被收了。看来咱们只能在这案发现场寻找蛛丝马迹了。怪不得这张禽兽答应的这么快，他是笃定案发现场被清理过。真正的线索往往都在最不容易发现的地方，到底在哪儿啊？
咱们在案发现场的时候只找到了酒坛和酒杯，但是谁又能直接将酒壶中的酒直接倒入杯中呢？这其中必定会经过酒壶。对的，我知道了。死者在死的时候，他的肌肉会松弛。这个太子一定是一只手拿着酒杯，一只手拿着酒壶，他的2只胳膊自然脱落，就导致了这个壶滑到了椅子下。线索一定是在这个壶里面。狄龙，我看你是病急乱投医，一个酒壶能当什么线索？谁敢打扰我大哥断案？我若不来，你们制作伪证脱罪怎么办？为了公平公正，我才请司马小姐一同前来观看狄龙破案。今日张公公特地请我来见证，就是为了看你这条野狗为了活命慌不择路的样子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破案。线索就藏在这鸳鸯酒壶之中。鸳鸯酒壶，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东西。此壶中间有一层隔断，将壶一分为2，可以盛放2种不同的液体。这个壶叫做鸳鸯壶，又叫两星壶，又名良心壶。凶手就是利用这个特点残害了太子，还把罪名嫁祸给我，真是一箭双雕啊！这种鸳鸯酒壶在世家贵族中乃是常见，也是一些人千杯不醉的利器。你若说这当中藏有毒酒，我自然是不信。任杰，拿酒杯。大哥，酒杯。无毒。怎么还是无毒？自己打自己脸的滋味如何呀？啊！黔驴技穷，竟会说一些糊弄人的话，还是乖乖束手就擒。狄龙哥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要不你再试试，你的推论一定没有错的。这还是无毒。如今这线索已断，我再给你3日，你也查不出真相。不如乖乖将婉儿嫁给我，自己上黄泉路。你个没根的东西，还想觊觎我的女人？放肆！张公公现在可是陛下身边的红人，你胆敢这样说话？今晚杀狄龙，睡婉儿。这不可能，这酒壶明明是鸳鸯酒壶，太子也是因为中毒而死，怎么会没有毒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2种酒虽然无毒，但是将2种酒放回一块儿就会产生剧毒，太子也正是因此而死。那你就试试。还是无毒，这……我当是神探转世，原来不过是一个草包。不是说2种酒混在一起有毒吗？毒呢？你杀了太子的罪名，你已经无法洗脱。我看我就再给你3日，我就要慢慢的折磨你。没了这酒壶，我看你还有什么线索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大哥没杀人。杀不杀人，可不是凭你一张嘴就说了算的。婉儿，你若想活命，现在就跟我离开。如果你还是执意跟他厮混在一起，那真的连我都救不了你了。我与狄龙哥哥生死与共。我看你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就再给你3日。3日之后，我必娶婉儿，将其凌虐致死。我们走。放心，有我在。大哥，这怎么办？3日之后就……放心，我不是坐以待毙的人。况且，我也不会让我的女人陷入囹圄。任杰，你去大理寺把这10年的封赏悬案全都给我拿过来。这3日，我们不查线索，只查悬案。
大人太冤了，大人，大人太冤了，大人太冤枉了，大人。什么案件？赶紧说！哎呀，你家的情况我也说出来啊！大人，小人牛丢了，真没有干这事。我下午出去办事，回来牛就不见了。羊也丢了呀！哎呀，你怎么又来一次？是不是你自己吃的？这个能干嘛？这事我管不了。羊也丢了，你去找。你的头啊！哎呀，就是他偷了我的牛。他尝试的啊！不是他，我感觉应该不是他。你说为什么呀？是那个吧？肯定是这样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大哥，仅仅3个昼夜，你居然连破了78宗命案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对呀，狄龙哥哥，你现在的美名传遍长安城。这个呢，是百姓自发的万民书，要对你歌功颂德。好戏才刚刚开场，今晚我定要戳破一切阴谋。王爷，这3日之期马上就到，这狄龙可蹦跶不了几天了。混账东西！你说，回王爷，现如今整个长安城都在议论狄龙，已将他不分昼夜连破奇案的事情传得绘声绘色，更有甚者说他是阎王转世，能夜审阴阳。胡说八道！那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是阎王爷转世？此事等不得了，必须马上除掉狄龙，今晚就动手。听闻狄龙的未婚妻如花似玉，是京城第1大美人，让本王先享受享受。就在里边睡着呢。大哥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已经教给了嫂子最好的防身招数。要不是婉儿坚持，我怎会让她做饵？咱们找个时机，直接动手，不要留情。放心吧，我最在行这个。王爷，那就是狄龙的未婚妻，还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呀！就让我先上了她，再取狄龙狗命。王爷，您放心快活，咱们人都在外边，只要您出声，他们就……哎，我没事。不愧是京城第1大美人。醒了，醒了更好。你越挣扎，我越兴奋。你干嘛？阎王升天！阎王升天！狄龙，放肆！此乃阴曹地府，堂上之人乃是新晋阎王，弄虚作假，世上本无鬼神，何来阎王？狄龙，这可是梁王，是民心所向。你若识趣，赶紧跪下赔罪。狄龙日审夜审，审阴审阳，连续3天破获76起大命案，上天赐封新晋阎王。为何将你们3人带到此地？乃是阎王要重查那个悬案，不过是找人假扮，就想让本王妥协，异想天开。本宫入主盐殿，早已从生死簿上看清了太子之死的真正缘由，你2人无需狡辩。这个鸳鸯酒壶有2个，你要人故意调换，让我查不到证据，以为就万无一失了吗？难不成这狄龙真成了阎王？哎呦，2个蠢货！他狄龙区区贱民，怎能成神？本王神明，不容尔等亵渎。违逆者入火海地狱。大胆张禽兽，你是如何作案？还不速速招来！阎王大人，我都找，的确是我调换了这
鸳鸯酒壶。那真正的鸳鸯酒壶现在何处？就在我房中。大胆刁民，竟敢残害太子！我不敢，这一切……闭嘴！区区鬼火的把戏就能把你吓成这样，故弄玄虚，装模作样，本王今日定不轻饶你！白灵，狄龙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事到如今还敢嘴硬，梁王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我倒要看看，你还能耍出什么把戏？这可是在地府，看看你的身后。太子的冤魂已经来找你报仇了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小的可不敢杀您呀！这一切都是梁王指使。他答应我，只要我在您的酒里下毒，他就答应我取代高三德，成为一个有权有势的太监。您就饶了我吧。太子殿下，您请先去一旁稍后。事到如今，已经人证物证俱全，梁王，你还要隐藏到什么时候？本王自然可以告诉你，不过你得先告诉我是如何把太子的魂魄引出来的。难道是找人假扮？还有你们换身衣服就想假扮阎王判官？本王这一切都不信！我操！这一切还多亏了曼陀罗花的功效。不过呀，我也没有白费，能够让这个傻货嘴里套出话来。就是梁王你，倒比我想象中要聪明，不愧是密谋大计的人呐！既然如此，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。在你死之前，让你死个明白。这天下应该是男人的天下，武帝一个女人怎么能成为天下之主？什么男人女人的？男人和女人又有什么区别啊？作为一国之君，本来就应该心胸宽广，为国为民，难道都要像你一样视人命如草芥啊？你这是愚忠。不过，你很快就没有机会愚忠了。我先杀了太子，再杀掉女帝，谋朝篡位，让天下易主。这天下是属于本王的。乱臣贼子！大武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，才变得乌烟瘴气。现在说这些，恐怕晚了。你们以为只有你们才留有后手吗？本王也有。本王率卑为号，城外10万大军随朕攻打皇宫，取女帝狗命。你早就看出来了。不错，我利用龙王神像当杀人利器，自然不信这鬼神的一切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这个龙王神像幕后的真凶就是你喽？不错，还有张归正也是我的人。他之所以贪腐，是为了本王筹集军费，密谋造反。狄龙，你的把戏上不来台面。哼，今天我就要亲手杀了你这个转世阎王！哎，陛下，梁王的话你可都听到了啊！当然，站在门外，听得一清二楚。真当朕会被你蒙蔽双眼，混淆视听吗？不可能！我已经派人围住了皇宫，围住大理寺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因为今日的一切都是朕和狄爱卿精心策划的一场大戏。不可能！为的就是揪出隐藏在朝堂之上的谋逆之人。梁王，你的人已经被不良帅秘密调入长安的10万不良人悉数拿下，
梁王，你现在已经是孤家寡人一个，你输了。梁王表面看上去不争权夺势，忠心耿耿，背地里却是此等败类。哎，这乱臣贼子刚刚所说已经被我等悉数听入耳中，陛下就该将此人乱棍打死。不可能！我怎么会输？我怎么可能输？哼，你怎么不会输啊？你现在就像个落汤狗一样。哎，梁王，你就别挣扎了，认输吧。把梁王押入诏狱，每日割肉为刑，游街示众。是，走。从犯张禽兽，择日问斩。是，起来。至于你，搬弄是非，陷害我大武忠良，乱棍打死。至于你，搬弄是非，陷害我大武忠良，乱棍打死。拖下去。走。女帝饶命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理寺寺正狄龙判案有功，夜审阴阳，百姓请愿，特赐大武第一神探之名。往后步履上殿，赞拜不明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钦此。微臣谢主隆恩。快请起。来，朕已为你二人下旨赐婚，下月初是良辰吉日，择日完婚吧。谢主隆恩。摆驾回宫。婉儿，我终于可以娶到你了。从今以后，举案齐眉，白头偕老，共度余生。要不，我们就寝吧，早点为仁杰生个大胖侄子。大哥，啊，大哥，不好了！怡红院数百名姑娘竟一夜之间集体自杀了。去命案现场。